老头子，那我可走了。不管遇上什么事，都不许说是我徒弟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打死我都不会说的。不过师傅，下山的盘缠您看能不能？拿着赶紧滚蛋！也许是羡慕嫉妒恨，师兄们给我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混世魔王。师傅保重，我还会回来的。我的天，这个混蛋小王八蛋终于滚蛋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清静清静了。千红万紫安排住，只待星雷第一声。臭小子，只有你能了却为师半生未达成的夙愿了，一定不要让为师失望啊！如今我带着使命下山找一个人，而这个人不简单啊，她是我方红的未婚妻。从师兄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极度的怒火。没办法，谁叫我如此的优秀呢？这一刻，我真是等得太久了。呀哈哈哈！山下的玉姐、少妇、萝莉、长腿黑丝小姐姐们，我风霸天来啦！哇！漂亮，实在是太漂亮了！这次下山真是太值了，师兄弟们知道一定羡慕死我了。白痴，哪儿来的土包子？这股浓郁的血腥味！救命啊！快来救人呐！谁能救救我老婆？有没有医生？快帮忙救人啊！求求你们了！快走，别赖上！好可怜啊！有没有医生啊？快走！都让一让，让我看看。你赶快想办法把玻璃弄出来。喂，我说你是想杀人吗？玻璃扎的可是大动脉，拔出来能喷你一脸血，那时候可就真没救了。或许我可以试一试。你？对啊，就是我也是医生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还是叫救护车比较保险。这小子干嘛的？能行吗？就是，别再把人给治没了。咱们快躲远点。武当绝学，九阳指。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。血止住了！什么？难道他真是医生？想我武当一脉，除了武道冠绝天下外，医道也是丝毫不差。不能说活死人肉白骨吧，但对比起外面那些身份超然、所谓的中医圣手，哼，还真是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他刚才做了什么？这止血的手法未免也太神奇了。这小子看着年纪轻轻，难道真是医生？如此快的治疗效果，难道是？啊！哪来的臭小子，替他挨了这一下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刚才人多口杂，现在没人了，有件事我要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小姐姐网恋吗？我正太阴哦。啊！神经病！哎，别走嘛，小姐姐。先不网恋也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先留个联系方式，培养感情嘛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全面多变型的三好男人，当得了小奶狗，想得了萝莉，控得住御姐，也舔得了女王。错过我你会后悔的。无耻的家伙，别跟着我，离我远点。好吧。这个臭流氓！我记住你了。小姐，发生什么事？没事，一个臭流氓而已，我已经给过教训了。我们走。哼，有点意思。这妹子能吸引杀手用这种级别毒针，还好扎的是我。要是扎你，这会儿可能已经死了。这点小毒奈何不了我，该做正事了。师傅给照片也不给未婚妻小叔，给了一张大叔的照片。不过这大叔还挺帅啊，但是颜值和气质还是比我差了不少。也不知道小叔长大了长得多漂亮了。老婆，我来了。啊！
不行不行，我已经有老婆了，怎么能对其他女生动心呢？还是正事要紧。小姐姐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有的，你想打听什么？我老婆舒展慈在这里上班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展副董的先生？展副董？他是我们公司的副董。您不是说他是您太太吗？您怎么……我当然知道，我跟你们展副总可是青梅竹马长起来的，小时候还一起光屁股撒过尿，好了快20年了。你说谁跟你一起撒过尿？谁跟你好了快20年了？怎么又是你？我跟谁一起撒过尿关你屁事？我好心好意帮你还恩将仇报，不过看你这一脸的性冷淡，长得再漂亮也没男人敢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不是听得很清楚吗？像你这种不识好歹的女人，整天顶着张冰块脸，拽得跟258万似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内孕激活，月经不调。不识好歹？到底是谁不识好歹？在机场就一路骚扰，现在还跟到公司，这混蛋还有脸说我不识好歹？冷静，冷静！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不能自降身份，跟这种流氓一般见识。把这个无理取闹的家伙给我赶出去！要是让他再有机会出现在我面前，你们明天就不要上班了。是，展副董。展副董？你就是小舒？别叫那么亲热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轰出去！滚！等等，我走可以，你让展宏图过来，说有个叫方红的人找他有事儿。哪来的臭神棍，还在这里讨价还价？给他抬走！是。人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抱不动他？用电棍！哼，小子，是你自找的！住手！展某一接到老神仙的指示，就立刻赶往机场，没想到扑了个空，还劳烦小神仙亲自找过来，招待不周，还望小神仙莫怪。什么？是挺不周到的，你但凡要是再慢点儿，我可能就走了。竟然这样对待我的贵宾，去结算工资，然后立马从这个地方消失。哦，算了，不怪他们，他们也是职责所在。展董应该为有这样的员工而感到高兴。还不快谢谢小神仙！谢谢小神仙。小神仙，里面请。我知道了，地方简陋，比不得武当仙境，希望小神仙别嫌弃。我猜刚才那个电话是我老婆打的，保镖向她报告了我进了你的办公室，打电话给你控诉我，对吧？他就是个流氓混蛋，人渣！小神仙误会了，别叫我小神仙，老头子有恩于你，你叫他老神仙理所应当，而我顶多算是沾了老爷子的光。我们俩萍水相逢，你用不着对我这么客气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小兄弟怎么称呼？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方红。久仰久仰。你比我老婆要聪明，但却比我想的更蠢。方贤弟，这话怎么解？亏你从商之前是华夏特种兵，被人定位监听了都不知道。不可能！这凡事无绝对，我知道你是聪明人，但是别把别人都当傻子。问题出在哪儿？用不着我再提醒你吧？这是目前世界上材质最先进的智能定位芯片，连安检都不一定能扫出来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当真以为自己之前那几声小神仙是白叫的？那方贤弟，你是否可以替我看看我的命理如何？替人看命理是命硬的那些人查看天问，用命来换钱的一种本事。我命宫羸弱，压根没学。如果替人看命的话，20岁都活不到。与其纠结命好命坏，不如化解眼前的危局才是正途。眼前危局，请方贤弟指教。很简单，把东西给我，那些暗中盯着你们妇女的眼睛自然会消失。我可不想时时守着你，毕竟这次下山，我主要的目的是泡妞。展宏图那里有一件东西异常珍贵，你这次下山定要保护好。我可不想把时间都干耗在这儿，干脆就把东西拿走，放在自己身上。这样一来，万事大吉。恐怕不行，这件东西方贤弟应该带不走。怎么，你不想给？不是，方贤弟别误会，并非是我不想给，而是这件东西
你可能真的带不走，因为那件东西就是小叔。什么？我老婆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当年老神仙研究出那方子后，一直没有公诸于众，而是让你几个师兄带着下山找寻机缘。当时整个医学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最后事情虽然被压下去了，但是你的师兄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甚至还有一个生出谋取暴利的念头，批量研发，效果减小，致死了大批患者。这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？小叔这孩子命苦，出生的时候被诊断天生恶疾，医生告诉我他活不过6岁。你是说小叔服用了那方子？再过半年就21了，这些年活得一直很健康。当初给他诊断的医生都说这是一个奇迹。也就是说，小叔是目前最好的研究对象，甚至比那些方子还珍贵。老头子让我下山就是为了给你女儿当保镖，也是你定了娃娃亲的未婚妻。你刚刚不是还称呼小叔为老婆？少跟我来这套，想让我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，门儿都没有。老神仙说了，方贤弟不干也行，现在就可以回武当，老神仙会另派人过来。老家伙，算你狠！当保镖就当保镖吧，总比回武当那鸟不拉屎的穷地方好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佣金可不便宜，100万。这样吧，方贤弟，我给你1000万，暂时就算1年佣金。1000万！期间有任何需要用钱的地方，随时找我开口要，我绝对没有二话。爸，你没开玩笑吧？真的放心，让这个混蛋流氓给我当保镖。你们在机场的遭遇我知道，那是误会。方贤弟是为了保护你才那么做的。爸，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他就是一个无耻的流氓混蛋，他……闭嘴，这事情没得商量。打死我也不会让他带在我身边。难怪这么爽快就给我1000万，你自己当慈父，把我变成彻彻底底的恶人。展董，你不愧是个精明的人。董事长，您叫我。方贤弟，你也过来认识一下，这位是……小姐姐你好，我叫风红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小影姐，你真是太漂亮了。怎么回事？竟然有一丝心动，开什么玩笑？小影啊，我让陈伯带你们去书祠的公寓，给方贤弟安排一个房间。趁小叔还在公司，立刻就送方红过去吧。小影姐，你皮肤怎么保养得这么好？能不能教教我？我也想跟你一样白。你也挺白的。真的吗？我不信，不然咱们脱掉衣服比一比。讨厌，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没正形？我的意思是露出胳膊比一比。你想哪儿去了？小姐姐，你的思想一点都不单纯。恭候多时，鄙人陈必时。小先生幸会，听说小先生会天问，断章识字测命理，不知能不能帮老朽看看？哈，严重了，老先生，家师会我不会，但是看老先生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红润之气升腾旺盛，无病无灾，好日子还很长远。陈某谢过小先生。顾小姐，小先生，请上车吧。你还会算命？当然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趴下！这是穿甲弹，这是经过顶级处理的劳斯莱斯，除了穿甲弹和大型重武器，其他武器在他面前就是烧火棍。大家小心，他们来了！陈伯，从刚才子弹飞行的轨迹来看，子弹是从左翼打过来的，对方的狙击手极有可能也在高速移动当中。接下来的一切，现场都要交给我指挥，有问题吗？好。现在让2辆车开到左边，相隔一个车位通开，阻挡狙击手视线，避免右翼也有枪手，一辆挡住。剩下的那辆往这边靠近，告诉开车的司机必须和我们这2辆车并驾齐驱。接下来你想怎么做？前面找个路口，最好是3岔，火力由你们去吸引，我们2个先撤了。撤？怎么撤？小英姐，我们走，我们换一辆新车子。还以为这小子有什么妙策良方，搞半天让我们当炮灰，自己溜之大吉。这种人能保护得了小姐的安全？怎么换？让旁边那辆车再靠近一些，把后车窗玻璃降下来。你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开玩笑，快
紧我，再晚一点，可能又一枪飞过来了。啊！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小英姐，你很有天赋嘛。这小子倒还真是艺高人胆大，平常人自己过去就千难万难了，这小子怀里抱个姑娘还如此惬意，果然是后生可畏。告诉陈伯，前面找个3岔路口，5辆车按照113的陈列分开，如果没有3岔口，就按照23阵列分开，剩下那2辆再找路口分开。总之有2辆车走单，我们这辆必须走单。是。哦，乖，小姐姐不哭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爸，这还不是混蛋流氓？你看，都火烧眉毛了，他还不忘吃颖儿的豆腐。如此，你这么聪明，难道真觉得他是单纯的为了吃小颖的豆腐？这个年轻人不简单，以后你要跟他学的东西会很多，放下之前的成见。你小时候不是……爸，你再提小时候，我真生气了。为什么要让颖儿跟他涉险？让那混蛋自己一个人去不就好了？还不是保镖吗？小颖如果不去，那些一直针对你的人怎么可能会上钩？再说，既然他默认了我的做法，就说明他有把握保护小颖的安全。信他个鬼！陈伯，总感觉有些不对。那些人从最开始开了第1枪之后，就再没有动静。联系卫队，看小颖所在的车去了哪边。他们好像并没跟上来，会不会……你到底是有多大的本事，竟然想以一己之力去对付那些人？我们赶紧掉头跟上去，他们会有大麻烦。这条是你的生命线，一线到底，没有断层，说明你今后一定长命百岁，福寿延绵。这条啊是你的事业线，都是一条直线，说明你事业一定是一往无前，前途无量。这一条呢，怎么这么短？这是你的爱情线，短就对了。这说明啊，你的真命天子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胡说八道！我才不相信你，你就是个不正经的小骗子。还有啊，坐车记得系安全带。谢谢。放红竟然提前预料到了。你们2个待在车上保护顾小姐，外面的那些人交给我。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下车，你们的任务只需要保护好顾小姐。爸爸，怎么办？颖儿他们……如此，先别急。陈伯在赶过去的路上，他是老神仙的徒弟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既然他敢独自一人去，就是心里有底的。爸爸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相信他？怎么相信？这么多人，你真当他是神仙啊？这个混蛋自己送死就算了，偏偏还要拉着颖儿一起。哼，小子，爬窗的身手不错，冒着丢掉小命的功夫想引开我们，可惜啊，最后还是被我们劫到了。你就是刚才那个开枪的狙击手？哼，聪明，不过是自作聪明。识相的话，就把那个女人交给我，我也不打算要你的命。但你见过我，挖你一双眼睛，这事儿就算了结了。总觉得你的目光似曾相识，在机场盯着舒慈的那批眼睛里也有你吧？原来是你！我说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在我办事的时候泡妞坏事儿？原来你是展舒慈的保镖！哼，这样的话，展舒慈我要带走，你的命我也要。哼，是吗？如果是我，要杀人从来不废话，就凭这一点，你这个坏人当的就不称职。这个混蛋还是蛮厉害的嘛。这个男人，不是这个男孩，好像和我之前想的有些不一样。现在还杀我吗？你是谁？战宏图身边没有你这号人。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不该从你嘴里出来。哼，如果还有人敢有小动作，那么我不敢保证下一刀不会捅在你们老大的心口。我的人已经退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退了？我让他们退了吗？我说了，他们再有任何小动作，我都不会跟你客气。你，卫队，快去帮忙！哎，快跑啊！他们的救兵来了！
他是世界杀手排行榜排名第12的巨蟹。巨蟹？没听过。不过像这种货色都能在世界排名第12的话，你说的那个什么杀手排行榜应该挺弱的。也亏得说这话的人是这小子，换个人我早一巴掌扇飞了。我没跟董事长钱，可是排行榜上排名第10的影子。这小子倒是让我想到了杀手排行榜的榜首青龙。如果他俩撞上的话，谁强谁弱？陈伯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我这个人不喜欢麻烦，也不喜欢抛头露面。后续如果有什么麻烦，你替我解决。当然，有好处也都归你。合作愉快。以往碰到的那些年轻人，一个照面我就能把对方看个通透。这个叫方红的贱年轻人，我竟然一时间有些看不透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那个满嘴跑火车、不断对我揩油的小混混，和那个遇到危险时杀伐果断的男孩，到底哪一个才是他？方红，这个房间以后就是你的了。方贤弟呀，集团刚完成一个大单，晚上有大型庆功宴，和小影来公司，我带你们去宴会。好啊，张老哥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方贤弟，你快去换身正装，我们这就出发去金尊的宴会厅。爸，现在已经7点15了，等他换完衣服都几点了？作为宴请方，总不能让客人等咱们吧？再说了，他不就是个保镖吗？换什么衣服？方贤弟，那就不换了，直接过去。颖儿，来上我这辆车，坐我旁边。我怕那个混蛋会欺负你。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？难道说，比起跟舒慈待在一起，我更喜欢和他在一起吗？小姐姐别失望嘛，你很快就能见到我的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会想你的，你也会想我吧？流氓，谁会想你啊？混蛋，你给我等着！终于把你们等来了，展董，好久不见，两位妹妹好。展董，您这精气神是越活越年轻了。舒小姐过誉了。姐姐你好，我叫方红，方方正正的方，鸿鹄之志的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这人是谁？保镖？看着装扮也不像啊。再说，哪有这么大胆的保镖？舒小姐，这是展某的一个小兄弟方红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岁，唐突之处，展某在这里赔不是了。展董言重了。你好，方红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舒心。金尊的宾宴会客暂时由我负责。展董，两位妹妹，方红，里面请。舒姐，那个不懂礼数的小子，待会儿我们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你们想活命吗？能跟展宏图称兄道弟的年轻人，你们见过第二个吗？嘿嘿，展叔，哈哈，临时有事来晚了点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不晚不晚，萧兄来的正是时候。这位是令公子萧逸才吧？真是一表人才。两家在医药研发上强强联手，今后互督那些小医药商的日子，怕是不好过了。原来是萧震董事长，早听说这次宏图集团最大的合作伙伴是黄埔实业。哇，真是门当户对，男才女貌啊！舒慈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机会难得，不知道小师妹肯不肯赏脸喝一杯，敬咱们久别重逢的同系情谊。我虽然酒量不行，但是陪萧师哥喝一杯还是可以的。我的酒！嘿，小叔今天身体不适，不宜饮酒，不如这杯我替他敬您。我叫方红，是舒慈的未婚夫。方红，你混蛋！啊，这小子居然是展小姐的未婚夫！哎，没听说过展小姐订婚了呀？舒慈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我爸没有经过我同意雇来的保镖，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。哼，原来是个保镖啊！我说嘛，这人的气质跟展小姐完全不搭，怎么可能是一对？不过这保镖未免也太狂了些，告诉舒女王，把他赶出去。死人了！
麻烦让一下。啊，任雪，任总的侄女任雪，她怎么会出现在今天的晚宴上？旁边那个男孩是谁？舒心姐，求求你救救我表姐，快救救我表姐！小雪，你先别急，告诉舒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表姐怎么会这样？你问的这些完全没有意义。我已经打了急救电话，当务之急是赶紧启动酒店的医药急救系统，在急救到来之前，把我妹妹的情况稳定下来。如果因为你们的处理不当，导致我妹妹出了任何状况，你们金尊脱不了干系。要真是任总的子侄在这里出点事，别说我，恐怕整个金尊都得完蛋。你们的争执没有任何意义，再吵下去，医生没到，人已经没了。臭道士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别乱动方红，出了事你负不起责。我警告你别胡来！我妹妹要是出了事，你可负不起责任。闭嘴！如果是我，这混蛋会不会也这样救我？报警吧，是有人投毒。立刻封锁现场，帮助法医对现场所有食物水源进行取样，去酒店各处看看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顺便调取一下这里的监控。嫉恶如仇的龚建涛对我们这些商人一直不怎么待见，他怎么亲自来了？竟然惊动了龚建涛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小保镖该如何收场。抱歉啊，不知道您过来，有失远迎。啊，小爷，我没看错吧？真的是你啊！你是9年前您用拳头敲晕毒贩头子，背我回道馆治疗，我龚建涛才能捡回一条命啊！呀哈，巧了，老龚啊，想不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不过这小爷千万别叫了，叫我方老弟吧。啊，小爷，得要是什么样的人物才当得起龚建涛这声爷啊？方老弟，今天下午我们抓到了一个中了刀的罪犯，那伤口很像你当年救我时宰的那头野狼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是。报告。方老弟，我这儿还有公务，改天我请你喝酒，一定得赏老哥这个脸。收队。这小子竟然跟龚建涛关系这么好，必须尽快弄清楚方红这个年轻人的身份。抱歉各位，招待不周，路上小心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件事让金尊损失了声誉，这是我接掌金尊以来最大的事了，我一定要调查清楚。嗨，美女。方红，你怎么没跟展董他们一起上车？临时想起来还有个厕所要上，不喜欢和我说话？我倒挺喜欢和你这个大美女再多待一会儿，不过你不喜欢，我也不碍眼了。走了，拜拜。等等，你喝的那杯酒是不是也有毒？果然是个很聪明的女人，难怪金尊能在你手里经营的风生水起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喝的那杯也有毒，可惜我会医术，没用。啊！我必须要找到那个杯子。陈伯，把展老哥他们保护好了吗？我在你前面的车里，按你的嘱咐保护好了。猎杀开始。红哥，前面是临水桥，光线太暗，也不太好走，恐怕开过去。陈伯，注意警戒，随机应变。有人埋伏！开火！防弹做得不错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车有多硬。冲到最前面，看我的！火箭筒！什么？除了留下第3辆车的2个女人，其余人全部杀光。他们手里都有短火，一定要提防他们反扑。明白？有杀！这小子肯定被炸死了，速度要快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老板不希望这次再出现任何意外。这都是些什么货色？比山里野兽还要凶残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小爷我辣手无情。陈伯，我们掩护你，快撤！你们的武器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所有人听我指示，找准机会开门跳河。记住，不要犹豫，否则性命难保。动手！
哪里跑？啊！有炸弹！他们在耍我们，别让他跑了。跑了一个不打紧，你们几个，等等，去看看战宏图在不在这里。大哥，车里没人。战宏图，你个老王八！老板，战宏图和战叔慈并没有离开金樽，他们的元首正在路上，这是个局，赶紧撤。战宏图想瓮中捉鳖，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们可不是任他宰割的鳖，而是天降神兵。弟兄们，撤！还有牲口活着？是你？你没被炸死？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！给我抓活的，我要玩死他！你们造的孽要还！啊！人呢？看这里！谢谢，方红。搞定。这小子才多大？要怎样的经历才能锻炼出这样一个人形武器？陈伯，全都搞定了。纸人变成活生生的人，我陈某人今天真是开眼了。展董他们还好吧？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为什么要留下我？要不是我反应快，现在早成了孤魂一个。表演总得有观众不是吗？有我在，伤不着。早尾的事就交给你处理了，我先撤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亏我这么信任你，我可不是你的观众。哼，爸，怎么了？什么事让您生那么大气？是那边事情进展不顺利？刚得到消息，别动3队全员覆没。就凭陈璧石那2下子，做梦都吃不下我萧家一个编队。肯定跟今晚主动找上你的那个年轻人有关。就那个穷酸小子，除了展宏图和龚建涛给他脸，谁还正眼瞧他？愚昧！能在那么多双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展宏图转移，你觉得这小子是吃素的？立刻去基地告诉第1、2、2个编队队长，告诉他们不要擅自行动。方红，我早晚让你知道什么叫你惹不起的人。方贤弟，今晚的行动还顺利吗？一切顺利，都是一群咸鱼烂虾。那就好。还有件事，我给你在舒慈的学校办了戒毒，明天入学。早上我派人去送你。不用麻烦了，展老哥，我自己去就可以。没什么别的事，那我就挂了啊。好的，改天见。就你这点心思，是个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？想让我贴在你女儿身边就早说，拐弯抹角个什么劲？哼，唉，学校嘛，真是让人向往的地方。各种小姐姐，各种大长腿，简直就是天堂。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小峰哥哥，真的是你！你个流氓，是不是又在偷看人家姑娘大腿？冬月，好久不见啊，小峰哥哥。这还是当年的那个黄毛丫头吗？真是女大18变，越来越瘆人了。小峰哥，想什么呢？不是被我吓傻了吧？还是我打扰你看女孩子大腿，生气了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嘛，大不了让你看我的嘛。啊，如果你还不满意，等下没人的时候，我……胡闹！你再这样，我可不理你了。嘿，小峰哥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真是的，还是拿他一点办法没有。你哥呢？那牲口怎么没来啊？我哥最近接了兼职，挺忙的，现在应该在食堂吃饭呢。走吧，小峰哥，我带你过去。小峰哥，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吗？今天我是来报道的，以后就留在这儿读书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可以天天见面了。宁哥，这小子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众目睽睽下就敢对东岳嫂子动手动脚，是不是活腻了？宁哥，要不要哥几个立刻找机会教育教育他，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你一句话，求你们立刻上去把那小子腿给断了。
我都吃不到的人，怎么能便宜别人？走，跟我去会会他。哇，我的男神啊！里面怎么了？哎，没什么，肯定又是那些整天跟在我哥后面的小迷妹。韩东方这小子还和从前一样，到哪儿都是被女孩子追捧的对象。真是越看越喜欢呢，我想对他生猴子。这杯敬你们。他是在看我，在看我，明明是在看我。哥哥真的是……这大半年不见，你小子是越来越白了。看来以后我得要改口，叫你声韩公公了。方红，这家伙是谁？竟敢捏男神的脸，不想活了吗？方红，你给我松手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个小白脸能把我怎么着？你小子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你俩怎么还像小时候那样见面就掐？真的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如果不是看在东岳的面上，我现在就把你打到狗吃屎，信不信？哼，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牲口，除了耍拳头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喂，哦，好的好的，你等等，马上就到。你们俩，我先走了，不要给我惹事。如果给我整什么幺蛾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谁要跟你这个牲口聊？我也懒得搭理你这个暴力狂。我回宿舍补觉了，你爱干嘛干嘛去吧。这家伙还是老样子，时间不早了，得赶紧去缴费了。臭小子，敢动我们的男神，我腻了！姐妹们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！现场啦！站住，别让他跑了！这些死忠粉的力量，简直堪比邪教组织啊！小白脸怎么这么受欢迎啊？哦，就是这里了。麻烦把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拿来下。哪个专业？医药专业。学费杂费加一起一共11200，刷卡还是付现？这么贵？姐姐，咱能不能便宜点？你以为这是在菜市场买菜还能讨价还价？要是真的有困难，可以办理助学贷款，等你以后毕业有稳定收入了，再慢慢还。我不用贷款，刚才就是跟姐姐你开个玩笑，我刷卡就行。年轻人，有困难别嘴硬逞强，家境不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。我真不用贷款，你就刷吧。一会儿要便宜，一会儿要刷卡，哼，现在年轻人就会逞强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底气。这是小伙子，这是你自己的卡吗？当然是我自己的卡，怎么了，姐姐？小子，你这是拿我开涮是吗？你小子有500万还装什么穷？交完费赶紧给我滚蛋！明明是富二代，装什么穷光蛋？一片好心为了狗，晦气！聂哥，你看是那个小子，给我拦住他！同学问一下，新生迎新点在哪儿？往前走，路口左转就是了。前面的傻小子，给我站住！说的就是你，你就是方红。你们是？你先别管我们是谁，哥几个过来就是通知你一声，以后离我们嫂子远一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那请问你们的嫂子是什么时候招惹了这么一群苍蝇？我怎么没印象？别在这嬉皮笑脸！我警告你，东岳是我聂风的女人，以后离她远一点，不然断你一条腿！真新鲜，从小到大这还是头一回，竟然敢主动找上门来威胁我。你在笑，还敢说大话？我让你笑不出来！聂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哈，东岳，我就是跟这位兄弟聊聊天，都是师兄弟，我看他初来乍到，就顺便教教他规矩。你们要是知道小峰哥能把山间猛兽当做腹中石，可以把手掌宽度的树木拦腰折断，哪怕借你们10个胆子都不敢来找麻烦。怎么，你跟方红师弟认识？那太好了，东岳的朋友就是我朋友，我说他做个小弟，有我罩着，谁都不敢找他麻烦，你看怎么样？切，小弟你爱当自己当去，不过我警告你们，千万别乱来，不然后悔的会是你自己。我们走。霸气啊，小月月！找个机会，在没人的角落把这小子绑了，先卸他一条腿，
男朋友？怕我伤害他？说什么呢？哼，我就说嘛，我们东岳的眼光就算一降再降，降低到尘埃里，也不可能看得上那种货色。怎么着也得像我这样玉树临风、潇洒倜傥，有广阔胸襟、强大臂膀，下得了厨房，上得了大床，打得了虎豹，斗得过流氓的翩翩卓氏家公子吗？切，懒得理你。哎，你怎么不去银星点找我？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你是聋子吗？这不是刚弄的手机，还不怎么会使用吗？给我打那么多电话，怎么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？谁想你啊？你知道你在哪个寝室吗？说实话，还真不知道。跟我来吧，你个二傻子。这宿舍有点破啊。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臭？这个酸腐的臭味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对你来说，这里面就是地狱。难道说里面有死尸？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啊？那是什么味儿啊？这可是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的味道，陪伴了我快20年啊！那就是汗液、脚臭等混合在一起的真男人的味道。哈哈，咱寝室最后一个兄弟终于到了，快开门！完了完了，形象全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见笑了。不知道有美女来，比较邋遢随意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牧，木子李，3点水加木字的木。我叫方红，也住这个寝室。这是我的朋友韩东岳。你好，东岳。哎，好名字啊！你好，美女，我是陈凡。不要急啊！你是方红的女朋友吧？很高兴认识你。那个……哦，好可爱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朋友了，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？你可真是朋友气不客气啊！你就是个行走的精虫。蒋金哲，你个书呆子，你懂什么？这叫发展人脉，扩展我的朋友圈，这样我就可以认识更多的姑娘。我今年的任务就是要脱单，你就等着孤老终生吧。哼，你脱光比较容易些。啊，你东岳，你不是还有很多事吗？那就不远送了啊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记得晚上7点半的新生会议啊，千万不要迟到。放心吧，美女，绝对按时完成任务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方哥，可以呀，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怎么认识的？教教小弟呗。你这样做只会被女生当成二傻子。还有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也是这里的学生，比我们大一级。一进校门就能泡上学姐的，都是真英雄，还望指点迷津呢。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哥几个，把手上的事停一下，我有重要事情宣布。今晚全院大会以后，咱们哥几个一起去个好玩的地方嗨一把，我请客，就当是咱们510第1次聚会，也算你们陪我过生日了，怎么样？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保证绝对100%服从你的安排。哎，有姑娘没有啊？漂亮姑娘肯定少不了，至于能不能上手，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。你们满脑子里都是姑娘，有这时间不如多看点书。废什么话？去不去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通缉变者为英豪。我去。我的目的是来保护展树祠的。虽然眼下展树祠在学校，又有陈璧时安排的保镖暗中保护，我不能离他太远。这些人第一天认识，如果扫了大家的兴，对以后的相处不利。方红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犹犹豫豫了？你难道忘了你下山的目的了吗？我到底在犹豫什么？方红，你呢？这种事情怎么少得了我呢？那我们今晚上不醉不归，走，开会去，希望不会太久。真是容易满足的年轻人。听说这次新生会是周院长亲自主持的，来的都是院里的大人物，而且周院长有意在这届新生中收1、2个关门弟子。能被周院长认可的学生，想必也是很厉害。听你们这么说，这个周院长很厉害？华夏中科院院士，罗都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长达数10年的第1主任医师，燕京大学医学院以及附属医院客座教授，华夏医学界脑神经及骨科泰斗，世界公认的中医针灸权威。有人曾称之为郭玉在世，扁鹊临凡，一针在手，起死回生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不知道谁有这样的荣幸啊？中医针灸权威？周院长全名叫什么？周玉才。来了来了，周院长来了。
引领着华夏最高医学水平的医者就站在眼前。这老头看起来挺普通的，但是他的眼神像一把钢刀一样直穿人的心灵，刹那间就能把整个人看透。哼，果然不简单。我很高兴我们医药学院又引来了你们这一批新鲜血液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们现在还不是人才。不过这里将是你们全新的起点，抛弃掉那些毫无意义的骄傲，做到真正的蜕变。我想问问，你们当中谁知道我们的校训？我知道。我。那谁知道我们的院训？院训，我知道校训，院训我怎么没听过？没人是吗？哼，看来大家都是奔着学校的名声来的。哎，罢了罢了，刘副院长，这里交给你了。等等，哎，方红，你知道？怎么会是他？那个富二代。正义明道，夫人仁者，正其义，不谋其利，明其道，不计其功，是以仲尼之门，无耻之徒，修称五霸，为其先诈利而后仁义也。大致意思是劝诫为人者言行合乎正义，不谋个人私利。啊，哎，看不出来啊，兄弟，厉害啊！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不举手？想显摆你比别人强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医药学院是一个讲求胆大心细、精诚团结协作的地方，不欣赏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，请你离开。这老头不会是有意要赶我走吧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得彻底查一下这老头才行。哎，我反对！我们可是过五关斩六将，我们好不容易考进来的，凭什么说赶走就赶走啊？这也太不人道了！我也是。这些家伙瞎凑什么热闹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快坐下！怎么，你们想一起？看来你们关系很铁啊！哼，但是年轻人做事要考虑后果。你们是哪个寝室的？从现在起，你们寝室所有的人都不用来了。什么？你们给我坐下！这不关他们的事。我方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自己走。方红，哼！这小子的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慌乱，而且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与自信。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，正是我需要的。慢着，你的求学意向是中还是西？老子学的是中医。这小子竟然跟院长这么说话，他的前途废了。我这个人从来赏罚分明，错了要罚，对了也要讲。作为你回答出我的问题的奖励，我决定收你为徒。以后除了学校正常的课业外，你的一切学业由我把关。什么？哎，这也太随意了吧！抱歉，我拒绝。这个小子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他拒绝成为院长的徒弟，真是太狂了！他疯了吧？他怎么回事啊？爷爷可是轻易不开口的，他为什么会拒绝这么好的事情？以后就业的门路和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，这可是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得到的。或者说，他就是个大傻子吧？这小子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呀，有趣。为什么？年轻人，给我个理由。难道你觉得我教不了你？有一点，但这不是主要原因。喂，方红不会真傻吧？亏我还力挺你，你这是把哥们往火坑里推呀！哼，这小子原来是个傻子，他是来捣乱的吧？哼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那你说说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我希望您不要误会我之前的意思。被世界公认为中医针灸权威，我能被您认可，想要收为弟子，这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。但是凡事都有先来后到，我已经有师傅了，而且家师待我恩重如山，所以我不能再拜他人为师。而且即便再拜师，也必须征得他的同意。希望您理解。他有师傅，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人比我爷爷还厉害？我也不是非收你做徒弟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记个名当个晚辈。这样吧，你不用当我徒弟，你就跟可心一样叫我一声爷爷总行吧？周院长这是铁了心也要收他，这小子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爷爷，
什么啊？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刘院长啊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辛苦了，周老。爷爷。张宏图，你给我推荐的是什么人呢？这小子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。周老什么时候成在乎面子的人了？这小子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跟你说实话，小展，这小子是真对我的脾气。你说的没错，哼，你这次啊没办错事。周老慧眼识珠啊！哥儿几个够义气，不惧院长的威严替我出头，这份情谊我收下了。以后你们谁有事，我必定两肋插刀。方红，说真的，你这次拒绝了院长收徒的提议，就是错失了一次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，你不后悔？我看未必。别忘了，院长最后可是说跟可心一样叫我爷爷，这就证明院长是真有意愿把方红招入麾下。真不知道周院长看上你什么了，我真的嫉妒。或许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，周院长想找我当孙女婿。嘿，我知道你们嫉妒我有一张比你们都帅的脸，能吸引来无数小姐姐。切，我呸！火箭皮都没你脸皮厚，敢不敢比一下今晚谁撩的妹最多啊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去，李牧你小子真行啊！哎，这车一定特别贵吧？你家真有钱啊！嘿，你小子还挺懂行。不过今晚的重点可不是车啊，这个点儿他们都要等着急了。果然，美女和车对男人构成的诱惑是与生俱来的。只可惜我连驾照都不知道长什么样。李牧，你们终于来了！一会儿见到姑娘，你们可别太惊讶。你们来晚了，可都要自罚一杯，不然我这几个姐们儿可不答应。没问题，美女提的要求怎能不照办？这好厉害啊！哥儿几个别拘着了，端起酒杯跟姑娘们喝一个。美女们好，我叫方红。小影和舒慈，陈伯竟然放心让舒慈来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。我跟舒慈喝一杯，平时在班里见他一面比登天还难，不喝可是不给面子。小叔喝多了，时间也不早，我们差不多该走了。哎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这还不到12点，时间还早呢。到嘴的天鹅哪有飞走的道理？今晚一定要把它拿下。舒慈他好不容易参加班级聚会，现在就走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今天的单全部算舒慈的，我们现在把所有单都买了，这样够意思了吧？可以走了吧？你可以走，舒慈不行。他是我们同学，今晚说好的不醉不归玩尽兴，今晚他必须留下来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有钱，今晚的单全算我身上。至于你想带他走，没门儿。看样子他们是遇到了麻烦，不过这小子敢在这里招惹他，恐怕是活腻了。好痛啊！什么人居然敢动我？别逼我动手，我可是练过的。哼！啊！我的胳膊！闭嘴！再叫把你胳膊掰断！胡小姐，您带展小姐先走吧，陈伯的车就在外面等着。这小子交给我。真是的，为什么要喝这么多？你们先喝着，我去个厕所。你可别掉里面啊！峰哥，你看那是不是今天白天叫方红的小子？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既然如此，今晚我就要卸他条腿，让他知道只有强者才配拥有俘虏女人的权利。哟，真巧！方红，你怎么在这？看不出来，你们也会来这种地方。哎呀，还不是为了陪舒慈参加同学聚会嘛！正好你在这，麻烦你件事。我有事得回公司加个班，还得麻烦你帮我把他送回寝室。送他到哪里？小影姐姐怎么知道我们寝室还有空床位？当然是女生寝室啊！你脑子里一天天的在想些什么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看你表情，我怎么有点不放心呢？放心吧，我方红什么人，小英姐你还不清楚吗？快去上班吧。
这么看他还挺好看的，只可惜脾气太臭，真不知道跟他在一起得憋屈成什么样。我要啥？这水，婴儿，我渴，冰水。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大喘气，害我白激动一场。喂，小老弟，你可要撑住啊！虽然她是你媳妇儿，但你也不能在这里交代了。婴儿，你真好。我说媳妇儿，等你醒了可千万别怪我，不是我想吃你豆腐，这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喂，李牧，咋了？你小子掉厕所里了，这么久还不出来？有人在四处打听你，你是不是背着我们惹事了？我像是那种遇到事就跑的人吗？我现在在外面有事要办，帮我盯紧那人，我办完尽快回去。有事儿要办？说，你小子是不是拐了别人女朋友，畏罪潜逃了？废什么话！先挂了，等我回去。按理说这里没几个人认识我，会是谁啊？啊，姐姐，我朋友喝醉了，我送他回来，麻烦您开下门，我好送他进去。谁是你姐姐？一点尊卑位分都没有，知不知道男生不允许进女寝？这么晚了，要是你在里边干点什么事儿，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您看我像是那种丧心病狂的坏蛋吗？那可不一定，我守在这里10多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你们这些男人口是心非，没一个好东西。那把他交给你了，你送他上去总行了吧？这不是201寝室的展书词吗？这样吧，我给他舍友打个电话，让他们下来接。阿姨，放心嘛，书词交给我就好了。这个男生跟书词什么关系？难道说……早知道直接送他回沁园了。女生最爱八卦，明天再让他知道亲的人是我，恐怕会直接暴走。不管了，当务之急是先回蓝带探清楚情况。站住！终于找到你了，方红，没什么大事，要你条腿，不过分吧？聂风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想卸我腿，就看你有这个本事吗？烤熟的鸭子嘴硬，老子一会儿就让你乖乖跪下来舔鞋。给我上！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知所谓的混混，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。那就是绝不给他们第二次站起来的机会。往哪里跑？你招惹谁不好，非找上我方霸天？你刚才是不是说要卸我条腿？方红，有种等我叫人来，这可不是一条腿的事儿了。你想玩，我陪你，我在蓝带里面等你，你最好快点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老子要你狗命！梁峰，这是你还债的时候了，来蓝带给我收拾一个叫方红的小子，让他从此生活不能自理。没问题，我替你收拾他。你小子一声不吭的跑了，眼里还有哥几个吗？干了这杯，我就原谅你。才一杯而已嘛。我去，方红你……这样够意思了吧？哇，海量啊，方红，一口气喝了10瓶，你小子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我有独门秘术，酒精对我起不了作用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一直喝。方红是哪位？听到麻烦来一趟。又有人找方红，你小子到底干什么的？那家伙很眼熟呢，是杨峰，他爹可是金尊女王手底下3狼1虎中的贪狼杨天齐。方红这小子不会惹到他了吧？哎，方红，你别过去，那可是杨峰，他可是出了名的恶少，为人凶残至极。一会儿我们掩护你，你赶紧从后门跑。别担心，他对我构不成威胁。你们继续玩，我去会会他。我就是方红，没想到我已经这么有名了。
找死！这小子力气这么大！我的腿！以后给人当狗最好先弄清楚对手是谁再动手，否则就像现在，要有断腿的觉悟。博哥，就是那小子。杨峰，杨峰，在蓝带还有人敢动他？不怕贪狼弄死他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敢在这儿闹事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蓝带嘛。如果没猜错，或许跟金尊还有点关系。不过，你好像对我还一无所知。有意思，那年轻人这么狂妄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在我地盘上这么放肆，你担不起后果。波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波哥，这是我朋友，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我在这里先向你道个歉，希望你别太介意。李老弟，你这个朋友很狂啊，敢断贪狼儿子的腿，在我这里，还从来没人敢找这小子的麻烦。我倒是不介意，但贪狼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什么人都敢惹。你别过来！你惹什么？在博哥面前，你等我试试！这小子是个狠人呐！哎，你们这些人啊，总是对自己太宽容，自己经常欺负别人可以，却容不得别人伤害自己。要我说，你们就是欠扁。还来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真可怜呐，你这委曲求全的模样，都快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了。希望你长点记性，以后找我麻烦前先掂量掂量。哎，我警告你，冬月是我妹妹，你要敢用肮脏的手段对她，可就不是扇你几巴掌、断条腿这么简单。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再招惹她。慢走啊，方大哥！慢着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跟聂风的恩怨如何，跟杨峰的事，你必须有个说法。我可没打他，是他自己走路不小心崴了脚，怪我喽。不过我可以当一回好人帮他治治，我可是医生啊。你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幸亏遇到我，不然你可就废了。你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吧？给我老实点儿。是这儿。不疼了，竟然还有点莫名的舒爽。好了，人我也治好了，可以走了。方红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关节错位的接骨手法我也会一点，但是这明显不是关节错位夺臼那么简单。发生了什么事？金尊女王舒心来了，舒姐。方红，好久不见。舒心姐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是不是想我了？哎，我们昨天不是刚见过吗？昨天我们见过吗？舒心姐姐忘了，在你的梦里啊。臭小子，你还是这么没正形啊！这小子竟然认识舒姐，怪不得敢在这里叫嚣。愿不愿意跟我去包间坐一坐？是坐一坐还是坐一坐？你来了不就知道了。方红可是高人呐！坐。舒姐姐，你今天跟我昨天在梦里见到的好像有些不太一样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更大了。你在看什么呢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你的眼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有神了。你的思想比我还龌龊啊！嘿，现在也没有别人，你这么晚赶来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是关于那杯毒酒的事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点小事能瞒得了我？关于这件事，希望舒姐姐能说点我不知道的情况。舒慈，你醒啦？昨天晚上那个小帅哥看着还不错啊，你男朋友？星姐，你说什么帅哥啊？
就是昨天晚上抱你回来的那个啊，你忘了？别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喝大了之后，连谁送你回来的都不知道。我都做了什么？舒慈，你好点了吗？小影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昨晚你是不是把我交给那个臭流氓了？昨晚公司有点事，正好在酒吧碰到了方红，就让他送你回来了。你对他真是太放心了。他不是你的保镖吗？怎么？难道说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方红就是个混蛋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昨晚的事。方红，给我站住！我要宰了你！有话好好说，我可没怎么着你啊！少废话！冷静啊！哇！什么？吓死我了！竟然梦到斩舒慈这个母老虎，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兆头吧？啊，已经下午了，好久没睡这么久了。什么人啊？别着急，来了。方红，谁呀？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请问你是？我是你们的代班长刘乾、李牧、陈凡、江金哲、方红，是你们4个吧？怎么了？是我们？你们闯了大祸了。闯祸？我们闯什么祸了？你还有脸问？昨晚院长亲自带队查寝，你们不在；今天全校动员大会，你们也没来，害得咱们班的同学被全校通报批评。我来是想告诉你们，今晚的班会，你们别再给我搞什么幺蛾子，班里有你们这样的蛀虫，真是我们的耻辱。哟呵，那倒是劳烦刘代班长跑一趟了。不过我们晚上可去不了，麻烦你跟班主任说一声，抽时间我们单独找他道歉。你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可以。等你们被赶出学校时，别哭着来求我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他毕竟是班长。屁，还不是个带的吗？带子还没去掉，就拿着鸡毛当令箭。他真以为自己是鸡毛？那晚上的班会咱们去不去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所谓的代班长，咱们可以不放在眼里，但老师还是要尊重一下的。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我的意料，这次的班会内容就是方红一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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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红一票。最终我以35比2的票数碾压了刘乾，成为1703班的班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我明明如此的优秀，而且辅导员谢冰对我的态度也有点一言难尽啊。I want you。我人缘这么好吗？是不是在新人会议上我的表现太突出了？方红，给我等着！夏老师，等一下。为什么谢老师这么看好我？我的表现可没那么优秀吧？我知道你方红绝对能够胜任这个班长，甚至以你的本事，就算把我这个班主任的位置让给你来当，问题应该也不大。谢老师此话何意？半个月前，泸都国际机场，你都看到了？当时我就在那儿看得清清楚楚。你那天在机场对那名孕妇的应急处理，我觉得即便是目前华夏最有名的应急医疗队，也不过如此。如果当时我没看错的话，你止血的那一针，应该是如今中医界早就已经失传的针灸手法——悬针。没错，当时那一针，的确是如今华夏中医界失传已久的悬针。那是老道张福祉早年从一块破损严重的石碑衣点上脱下来，潜心钻研了数10年，才得以重现的一门技法，名为刺魂。既然老师在场，为何不出手相助？很惭愧，必须承认，当时在机场眼见那个重伤孕妇的第一眼，我确实犹豫了。事发突然，我也担心一旦急救失败，损失不可挽回，家属会找麻烦。也正因为我的犹豫，才让你捷足先登，也让我见识到了你神乎其技的针灸手法，所以我很欣赏你啊。那您先忙着，我先撤了。方红，你小子跑这么快干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呢？有个大美女一直在找你。秘密多了去了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？等等，大美女，斩舒慈。方红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哟，瞧瞧这是谁？舒慈1天不见就想我了？装，方红，有本事你就继续装！你个混蛋，流氓，你无耻！舒慈，
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我怎么就流氓无耻混蛋了？当着这么多人，你可不能污蔑我。污蔑？昨天晚上你都对我那样子了，你竟敢抵赖！是你自己对我又搂又抱的，怪我喽？我还没说你占我便宜呢，你反倒跑过来指责我。你这个混蛋，我要杀了你！杀我可没那么容易，本大爷还有事，不陪你玩啦。哎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方红竟然拱了这么好的白菜！原来方红是个渣男啊，提裤子就不认人，真不是东西。你给我站住！混蛋！今天不追上你这个混蛋，我誓不罢休！站着不动让你打，你当我傻？想追我，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嘛！你都是我媳妇儿了，还追我干嘛？混蛋！流氓！谁是你媳妇儿？这个场景和今天做的梦很像啊，这下可不好办了。我的脚！这个白痴！你是个白痴吗？真以为能追上我？还起得来吗？让我看看。机会来了，抓住你了，看你往哪跑！哎，人呢？跟你说过了，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点本事都没有，还怎么给你当保镖？小妞，拜拜了您呢，不陪你玩了。方红，我的腿！方红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看样子你不是装的，真受伤了。不对，这个伤口是咬伤。不要你管，离我远点！这个声音是哪来的蛇？赤尾竹叶青，它的毒性可是超强的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应该就是他咬了舒慈。哼，先除了你。舒慈，你监视住，这里没人打扰，我现在就帮你解毒。不知道该说你运气差呢，还是运气好。一般人被这种蛇咬了，绝对撑不过10分钟。不过现在有我。我好难受，好热啊！等等，救人要紧。幸好没人。第一步要防止毒血扩散。今天就让你知道你的男人有多么厉害。偷袭，有敌人！舒慈，你把舒慈怎么了？有色狼！来人啊！都给我闭嘴！我是来救人的。救人？骗鬼呢！衣服都脱了，你这个变态！快叫保安！看看这个。蛇！放心吧，已经死了。舒慈中了蛇毒，再耽误下去，神仙也救不活。麻烦你们安静点，引起他人注意就坏了。蛇毒？那快点把他送到医务室啊！医务室可办不了这种事，但是我可以保他平安无事。什么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们看着就是，我可是一名医者，幸亏随身带着家伙，毒液已经扩散掉整条腿了。血阵。接着用这个将污血逼出来，去吧！就是现在！搞定，然后就是……你看清楚了吗？刚刚他做的事情……没看清楚，不过他现在在干什么？怎么看都不像在救人啊！不得不说，真是一双好腿。那我开始了。我去，报警吧！真的是个变态啊！这里没有草药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只能这么做了。我从小尝遍了各种草药，我的唾液可是有消毒止痛之功效，你们不要想歪了。你的嘴怎么了？一点点蛇毒残留而已，不要紧。啊，还有，警告你们，被蛇咬伤千万不要用嘴吸哦，会死人的。好了，舒慈就交给你们了。舒慈，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好点了吗？青姐，婉儿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当然是两个孤单的人来天台散心啊，哪像你呀那么受欢迎。这不刚一来就碰到了你们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方红呢？刚才那人呢？他对我做了什么？
他已经走了。听他说你被毒蛇咬了，所以来这里给你解毒。蛇被他带走了。毒蛇？你男朋友好有型啊，人体贴，长得不错，还会医术。舒慈，我真羡慕你。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。又开始犯花痴了。你们搞错了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不是你男朋友，还舍命为你解毒？这家伙不错啊。对啊，他的脸当时就肿得和包子似的。方红，就放这儿吧。这是什么？蛇角。蛇角又名吸毒石，相传此石其性制毒，但又能吸收剧毒。这东西可是罕见之极，我的运气这么好，让我来试试，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好使。片刻之间就将毒给化解了，比我的化毒诀还要快。阴差阳错，竟捡到这么一个好玩意儿，不能让你这么白白死掉。嘿，好久没吃过这种野味了，真香啊！那我开动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追踪器。小伙子，有些东西可不能乱吃，会送命的。啊，很好吃的，你要不要来尝尝？可惜缺了点孜然。哼，你就是斩书慈的保镖，吃了老子的蛇，我今天就活剥了你。哼，原来是冲我来的，所以你真的不来尝尝吗？不然可就没机会了。没机会的恐怕是你吧，宝贝儿们，给我上！这是，还有这么多啊，可惜吃不下了。小子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今天你能死在我蛇鬼手下，是你的荣幸。死吧！只有这种水平吗？就凭这几条小蛇就想弄死我？好快的动作，我竟然看不清了。还差得远啊！这是，小子，你用的什么招数？作为一名医生，手术刀是必需品，这就是我的手术刀。小子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不过你给我等着，下一次就是你的死期。什么？我说过让你走了吗？他怎么会这么快？我今天就不信了！你跑不了！过来！什么情况？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就是个玩儿！手下饶命啊！我只是拿钱办事儿。是谁让你来的？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啊！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我有半句假话，我不得好死。少将，你就把我当成屁给放了吧！你看我像个傻子吗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我有365种方法让你死痛快。方红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寿司刚给我打电话说有异常情况。啊，陈伯啊，你们反应有点慢啊，不过我已经解决了。以后得加强安保了。你们是怎么让这种喽啰混进来的？这不是世界杀手排行14位的蛇鬼吗？据说可以操控毒蛇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也不过如此。那些蛇麻烦你找人清理一下。这里交给我，绝对清理的不留一丝痕迹。陈伯做事一向让人放心，就不打扰你办正事了。先走了，拜拜。慢走，不送。这小子可以啊，竟然让我这么狼狈。好久不见呐，影子，你的演技真行，都差点被骗了。今天我欠你一份人情，我回去一定给你求情，让他放你一马。求情？你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没说放过你，我只想亲手宰了你而已。不对，应该是你们。这么晚了，方红怎么还没回来？谁知道他跟妹子干什么去了？我才离开这么一会儿就念叨我。我明白，像我这种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帅哥，难免会被男女老少觊觎。方红，老实交代，你跟那个小姐姐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哼，是啊，臭小子，
怎么你认识的都是美女？我们几个可都还是单身汉。哎，各位爷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的话，他是我的雇主。你别胡说八道，是不是一手抱着韩冬月，另一手勾搭别的小姐姐？大家怎么说都是一个寝室的兄弟，有这种好事也不介绍给我们？我去，这才几点就熄灯啊？学校为了省电呗。行了，哥几个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军训呢。集合！哎，你说咱班的教官会不会是个美女啊？据我推测，不太可能是女教官。是谁说不太可能是女教官？怎么看不起女教官？我去，玉姐！啊，这个姐姐好帅，我要嫁！所有人听好，方阵里不许交头接耳，下次再让我发现，罚跑5圈。好凶啊！跟你们说话没听到？听明白了的话，必须立刻回答。是，教官。早上没吃饭，声音太小，我听不见。是，教官。你呢？为什么不回答？那个确定要我大声说吗？我怕你受不了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听明白了的话，必须立刻回答。你这样的刺头我见得多了，我有100种方法对付你这样的人，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听明白了吗？是，教官。我说过你受不了了吗？非要让我喊，这下又惹事了。我的耳朵啊！发生了什么？哼，方红，你小子真行啊，都快被你震聋了，你嘴里装了喇叭吗？教官不省人事了，快把他送医院。有我在，还送什么医院？这点小事，我保准他立马醒过来。他在干什么？我怎么晕了？啊！搞定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服从命令，是你自己受不了晕过去而已，你可不要赖我啊！陈博，喂，陈博。喂，军训期间不能打电话。方红，我在你们学校门口，尽快出来。抱歉，我有急事要离开一会儿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同意你出去了吗？我记住你了。能被你这样漂亮的小姐姐记在心里，是我的荣幸。回见。你，陈博，我出来了。方红，这边。陈博，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先上车，我再跟你细说。难道说辞出什么事了吗？这件事还真和大小姐有关。上面要拍卖一块地皮，拍卖会今天下午在金尊举行，集团高层全部出席，包括小姐在内。这次参加会议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肖震父子也要参加。上次的事件恐怕和他们有关，要提防这2个人。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董事长让我带上你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请你让开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不是一直单身吗？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的追求？其实你可以试一试的，也许我们很合适呢。张总，我觉得，但凡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，现在都应该体面的离开，而不是像你一样没有尊严的死缠烂打。白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如此低声下气的哄着你，想让你给我一次追求的机会，难道你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吗？大哥，女孩子可不是这么追的，总不能人家一拒绝你就恼羞成怒吧？如果个个都像你这样，那跟逼良为娼有什么区别？哪里来的大头兵？滚一边去！我的事轮得到你管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凭什么让我管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，否则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这身西装革履的皮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扒下来。小子，别逼我！白部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没事，只是一点小摩擦，劳烦陈伯费心了。那就好。陈伯的眼神怎么有点奇怪？陈伯，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什么。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不成？方老弟，都来了，怎么没进来？战宏图，这不是有流氓调戏小姐姐，恰巧被我碰到，哪有不帮的道理？你说谁是流氓？等等，这小子才多大，竟然能跟展宏图称兄道弟？这不是张总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展总，都是误会。我刚才想请贵公司的白部长喝杯咖啡来着，不过既然白部长没空，那就算了。我里面还有点业务要谈，就先失陪了。这天底下还没有我张鹏吃不到的女人。白冰，
你就等着让爷好好快活吧。来，方老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宏图集团财务部的白部长，财务管理方面的一把好手。你好，我叫白冰，刚才的事情谢谢你。哼，我叫方红，为美女解忧是我的荣幸，尤其是你这种大美女。好了，都进去吧。展书词。方红，哼，身体恢复的挺快嘛。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虽然我医术不错，但也不是神仙，你应该多休息才对。我已经没事了。那个，谢谢你。我不是听错了吧？展书慈小姐也有道谢的时候。方红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影姐，你穿军装的样子还挺帅的嘛。那是，主要是底子好啊。我先进去了，不打扰你们促进感情了。为什么看到他们在一起，我心里会这么不舒服？难道我喜欢上了他？来，方老弟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任老的秘书黄华。果然是少年英才啊，难怪任老一再嘱咐我，一定要亲自跟你道谢。道谢？我可不记得认识什么任老啊。还记得上次你在金尊救的那个中毒的女孩子吗？那是任老的亲侄女。本来今天任老是想亲自过来感谢你的，但是公务繁忙，脱不开身，特地嘱咐我，一定把感谢带到。黄秘书言重了，我当初救她，并不在意她是谁的侄女，只是秉承一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仁义之心。救人危难不曾言报，甚至不记挂在心，果然品性纯良啊。黄秘书，展总，什么事儿笑得这么开心啊？不知道萧某有没有资格分享一下？萧震，萧总那天也在吧？这年轻人救人的时候，萧总肯定亲眼目睹了。哼，有印象。我记得那天是有个年轻人救了任老的侄女，不过当时人太多，我只远远看到一个背影，一直没看到正面。那天金尊中毒事件，还有宴会后的追杀，都和他脱不了干系。现在还能在这谈笑风生，这老狐狸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？那天救人的就是这个叫方红的年轻人呢。原来他们口中的天才就是你啊！前几天我去医院看望任老侄女时，听医生们说，救她的那个人简直就是天才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萧总过奖了，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本职，不像某些人只想着用不法手段来谋得利益，也不怕断子绝孙。方红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说的是某些人，萧公子这么激动干嘛？你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呢？既然我待在这儿会打扰了萧公子的兴，那就只好回避一下了。方红，你还真是在找死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他这么早离开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现在就回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找到了。啊，你们是谁？受人委托，抱歉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撤！救命啊！白冰，想跑？灵儿，方红，正好可以提醒他一下。方红，白部长被人绑架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现在就去追。陈伯，你知道白部长有什么仇人吗？据我了解，白部长还真没什么仇人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是整天缠着他的张鹏了。不过我也不能确定。我先去追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。书司这边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这边我看着。哟，这不是方老弟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老公，帮我查一辆车的信息，无牌照，刚从金尊离开，我需要知道他开哪儿去了。小问题，发生什么？算了，你小心一点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多谢。敢伤害白冰的话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亲手把你撕碎。哥哥好厉害呀！那是，我这车在这里还没遇到过对手。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自行车。方老弟，我查到了那辆车在蓝烟大道和中心路路口附近，他现在拐进了一个小胡同里。谢了，老公。我还当是什么任务，原来就是抢个女人。这老板挺阔绰啊，这钱就是白捡的呀。这些钱
够咱们快活一阵子了。你说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抢人，会不会？放心吧，这位老板能耐可大着呢，别担心。走，我们喝大酒去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撞了我们的车。我去看看。这哪来的自行车？我去，是哪个狗东西干的？怎么了？有人碰瓷儿？就是你们绑架了白冰。哼，原来是来逞英雄的。我是不是看错了？一个毛头小子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小子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，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给你10秒钟时间。10秒钟太长了。小子，胆子不小啊！敢打扰小爷我睡觉，活腻了吧？我说白冰人呢？你小子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可没时间跟你废话。我也没时间跟你废话。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就打到你说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胳膊动不了。刚刚那小子做了什么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把白冰弄哪儿去了？枪可不是让你用来吓唬人的。老实交代，绑架白冰是谁主使的？人被你们带到哪儿去了？不然脑袋开花的就是你了。我说，真是个尤物啊！难怪外面的男人都说，你们宏图的5朵金花，最想征服的就是你白冰。像你这种女人，一般的男人还真不敢下手。美酒配女神，真是绝配，这味道棒极了。我张鹏看上的东西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，这不是你想拒绝就能拒绝得了的。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，我就不会伤害你。这个人渣！你敢骂我？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里？就算宰了你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哎呀，抱歉，宝贝打疼你了。谁叫你这么不听话呢？我真的很心痛啊。不过你害怕的样子真让人兴奋。来吧，让我们开始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吧。你这样的变态真是让人恶心。什么人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禽兽，对女孩动手更是不可饶恕。白姑娘不要怕，我来收拾这个垃圾。又是你这小子，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范红，喂，你们怎么搞的？有人溜进来了，你们还想不想混了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喂，什么情况？人呢？别喊了，你喊也没人听得见。你的人有点不经打了。你说什么？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敢来我这里闹事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这个重要吗？我的目的是救白冰，顺便教你怎样做人。教我做人，口气不小。别以为打过几个没用的保镖，就可以在我面前为所欲为。听你这意思，你很厉害的样子。我倒是有点期待你的表现了。臭小子，等死吧！敢在我面前嚣张！要知道，有时候装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，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双节棍，有点意思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哼，一会儿跪地求饶的时候，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来呀！速度太慢了，而且你能不能闭嘴啊？吵死了！臭小子，你竟敢打我的脸！我要把你宰了！给我死吧！你这也叫打架？太让我失望了。轮到我了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本事。这才是揍人。方红这么厉害？这小子力气怎么这么大？我的肚子！可恶！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都不许动！救人是吧？给我跪下！不然我现在就把他宰了！给你3秒时间！凭你也敢威胁我？我的胳膊！还没开始就怂了？你似乎还没搞清楚，该下跪的是你。接下来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敢这么对我？
老爸会宰了你。这个不用担心了，我会先宰了你。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，金钱美女全都应有尽有，我张鹏说到做到。哼，你说的这些很有诱惑力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不过什么？我保证以后不会找你麻烦。不过虽然我答应你了，可这还有一个人呢，我不会对你动手了。至于美女答不答应，我就不能决定了。这个人渣交给你了。白冰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呀。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骚扰你了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哼，去死吧！别了！厉害厉害，断子绝孙脚，这是他应得的。多谢。怎么了？我的手好痛。让我看看，这是长时间血液不流通造成的淤肿。这人渣也太狠了，你稍微忍耐一下，可能会有点痛。你要干什么？等一下！这感觉好舒服啊，全身心都通畅了。这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。我感觉到了风，好清凉。我的身体从没这样轻松过，好厉害啊！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不，请不要停。没想到方先生有如此高超的医术，谢谢你来救我。如果要感谢的话，就不必了。我们换种方式如何？我可是已经忍了好久了。我在这里不太好吧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觉得我像那种随便占姑娘便宜的人？走吧，这里会有人来清理。要说感谢，不如请我吃顿饭如何？饿一天了。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火锅。请二位慢用。哇，真是让你破费了。随便吃，都算我的。哇，好久没吃过这样的美食了，真是色香味俱全啊，就像白小姐一样。方红，你瞎说什么呢？麻烦让一下。好吃。白部长，白部长，你没事吧？陈伯，我没事，多谢方红相救。啊！你想烫死我啊！抱歉，方红，我太着急了，改天份碗筷，谢谢。你是着急来蹭饭吧？张鹏的事处理完了？放心吧，一切妥当。不过，不得不说，你干得真漂亮。您对白小姐这么上心，不会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吧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担心白部长的安危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难道方红看出什么来了？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？没错，白冰是我的女儿，可是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必须得隐瞒我是她父亲这件事。还说什么都没有，你的眼神早已出卖了你。蒋金哲，喂，我是方红。喂，你这小子一整天跑哪里去了？全世界都在找你，你知道吗？周院长找你，赶紧回来，不回来你就可以收拾东西滚蛋了。周院长，他找我干什么？抱歉，我有事要先走了。啊，这么急吗？你饭还没吃呢。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方红，你别乱说。陈伯，有时候需要大胆一点。方红这小子肯定想歪了。那个，陈伯，我也有点事，先回了，抱歉。好，你慢走。抱歉，白冰，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是我亏欠你的，我会用我的余生来补偿你，一定。院长，你找我？你可算来了。听说你仗着是我徒弟，在学校肆意妄为，看来这里太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。这么高的帽子，我可不敢戴啊！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还敢狡辩？校长都亲自打电话来说你公然冲撞教官，不把学校的规章制度当回事。我真是看走了眼，才会把你这种纨绔收为弟子。周院长，既然您不相信我，把我叫来也是浪费时间，倒不如直接开除我，这样给您以及校长都有一个交代。方红，
你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前途最不可限量的，我不希望你的前程因此而终止。校长那边我会帮你通融一下，但是仅此一次。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以后我将时刻观察你的一举一动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滚出去！您教训的是，我这就滚。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我的主要任务可不是来上学啊！展宏图，你到底还有什么目的？那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下一看齐，立正，稍息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，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不要给我惹事儿。报告，方红前来报道。哟，瞧瞧是谁来了？嘿，他来了肯定要发生什么事儿。不得不说，我有点期待了。都给我安静点，这位教官可是出了名的大脾气。你们三个在那嘀咕什么呢？给我出来！完了！我说过，说话要打报告。还有你迟到，最讨厌不守规矩的人，在我这里，不守规矩就要受到惩罚。他就是方红，这小子害我们全体被领导批评处罚，看我怎么收拾。你们真够义气的，跟我一起受罚。谁想跟你受罚呀？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每个人200个俯卧撑，谁敢偷懒或者少做一个，你们全都受处分。什么？200个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干脆杀了我吧！等一下，我有异议，这是因我而起，跟他们无关。这个罚我替他们受了。你想逞英雄是吗？你准备怎么替他们？这可不是200个俯卧撑就能解决的。哎，不，连他们3个的一起，800个俯卧撑。如果5分钟之内做不完，我保证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如果我做完了，那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，而且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800个5分钟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根本没人能完得成。我倒要看看你想要耍什么花招。800个，方红真疯了吗？方红够义气啊！我挺你。我答应你，希望你不要反悔，这可不是在开玩笑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到时候希望你不要反悔。抱歉，师傅，我要用那招了。5分钟800个，哼，希望他不是乱说的。怎么可能呢？肯定是假的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5分钟800个确实不可能完成。不过用了这招，我肯定能行。形势所逼，没办法了。这个穴位将激发我的全部潜能，力量也会大幅度的增强。怎么了？他要变身了！这小子刚刚对自己做了什么？我要开始了，你们千万不要眨眼睛。接下来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奇迹。我现在已经激发出自己的最大潜能，力量是正常人的10倍。只不过5分钟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快看，地面陷进去了！好快！这个男人好强啊！他是人吗？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我的头好晕。为什么我总碰到些麻烦事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快去叫校医！军训到这个时候，因为站军姿或者各种训练晕倒躺下的学生不少，但基本上都是因为劳累或者脱水导致，最后也都有惊无险。他吐血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臭？这不像是中暑的症状啊！救我！糟了，他无法呼吸了。急救术我还是懂一些的，来不及等校医了，先给他人工呼吸。慢着！方红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命了吗？你小子干什么？我刚才是救你一命，他现在的症状一看就是中毒的症状。如果你给他做人工呼吸，你也会中毒的。中毒？快给我准备些水，越多越好。同学，你忍耐一下，我为你驱毒。哇，好恶心！什么东西吐出来了？把水拿来。等等，同学，麻烦请你让开。抱歉，再给我些时间。还好我的蛇脚还在身上，用过蛇脚之后应该没什么事了。这是我们校医的事儿，我再说一遍，请你让开。不要以为自己学了几天医术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张嘴！我说让开！你要给他吃什么东西？这是可以解毒的蛇脚。蛇脚？
是吗？别开玩笑了！你把这碍事的小子弄走，蛇角这种不存在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有？小子，劝你多读书，现在可是21世纪。哼，那就交给您了，毕竟您是专业的。浪费时间，他问题不大，扎一针就好了。来，把他扶到医务室。好，都散开，这没什么好看的。请问这位同学的毒已经化解了吗？放心吧，毒已经解了，他现在没事了。我有个疑问，你看都没看，怎么准确的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呢？你给他注射的什么，方便说一下吗？臭小子，你懂什么？我可没闲工夫跟你闲扯。你是着急销毁证据是吗？你胡扯什么？年轻人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可是医生。小子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们走。这姑娘中的毒跟你有关吧？或者说毒就是你下的吧？你身体颤抖、流汗、面色发红，这是极度紧张的表现。看来这里面问题不小啊！小子，你最好拿出证据，诽谤学校老师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抱歉，我没有证据。方红这小子不是在故意岔开话题，我看他就是逞能。哼，等着看他的笑话吧。看你是不想在这待下去了。把你的药箱打开，让大家看看可好？我想结论就在里面。没工夫跟你闲扯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请把你的药箱打开。麻烦，请你配合。行，你们看吧。请问你为什么带这么多药呢？身为校医，带着药品很正常吧？我必须要确保学生万无一失才行。你的意思是，还有其他学生也中毒了？哪里来的混小子，敢坏我好事！不要逼我动手！哈哈哈！我看你是电影看多了吧？哦，是吗？臭小子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毒药而已。这毒药虽然不致命，但是足以让你生不如死。说吧，你都干了什么？你逼我的！给我死吧！小心，不要大意，小子。哼，反应挺快的嘛。这家伙我来处理。来呀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我投降，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是我败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只是个打杂的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么这些学生就危险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出不了事。这个家伙交给你了，周院长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混蛋！那个畜生竟然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他人呢？已经被控制起来了。中毒的学生还好吧？已经发作的学生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不过听他的意思是还有更多的学生中毒了，只是还没有发作。这是解药。这是什么药？我检查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不过有件事得需要您帮忙。既然无法确定中毒人数，那只能雨露均沾了。大家军训也挺累的，一人一瓶水，把解药放到里面就搞定了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学校多少人来着？你小子想的倒是很周到啊！哼，那是当然，我得保证学生的安全才行。那就交给您了。这次多亏你，不然我们学校这次恐怕要摊上人命关天的大事了。给我看着他，别让他出什么乱子。放心吧，这里就一个出口，有我们在，他插翅难飞。呵呵呵呵。好戏就要上演了！给我闭嘴！再不老实，我进去收拾你！我闭嘴！放心吧，我绝对不敢乱来，我会在这老实的待着的。毕竟，我要在这里亲耳听到你们的哀嚎。坏了！不好，撞大发了。体力透支了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用管我，救学生要紧。交给我处理吧，那你多保重。真是难得的闲暇时光，有时候做一条咸鱼也挺好的。这件事情真是一件接一件。就在这儿睡会儿吧。臭小子，找到你了！睡得真沉呢。
方红，方红，师傅，是您吗？你小子怎么回事？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？啊，我这不是刚刚军训完吗？我在这里休息休息。师傅，您这是？如果让师傅知道我用了借术，可就惨了。您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？是太思念我了吗？你想多了，我预感到你今天会有血光之灾，所以我来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挂了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有血光之灾？哼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厉害。你小子不要整天给我惹事儿，别忘了你的目的。你今天还是小心点为妙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这颗珠子可以恢复你的体力，你收好，记住为师的话，活着回来。师傅还是老样子，不过师傅的预测一般不会出错。难道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发生？周院长，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不太方便。我懂，我来处理。开门吧。瞧瞧是谁来了！畜生！哼，畜生也是您教出来的，不是吗？不要以为拿到解药就万事大吉了，没有我的调配，照样也会被毒死。怎么样，有兴趣跟我一起倾听他们的哀嚎吗？你个畜生！怎么想杀了我？没关系，就让那些学生给我陪葬，动手啊！你怎么怕了？你也知道我的能力，我做的毒药没人能破，想救他们可以，跪下！一个虚名，竟以学生的性命相要挟。虚名？我原本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医生，都是你害的！我说了，给我跪下！好，我答应你。求求你放过那些孩子们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有什么冲我来！瞧瞧，那个不可一世高傲的周玉才院长现在的狼狈样！只要你放过他们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优秀的医生，是你，你也配做医生？连如何敬畏生命都不知道，做个狗屁！又是你，来呀，来打我呀！打死我最好，那样学。求求你！我很纳闷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求我打他？那我只好满足你们了。他最擅长的就是对付各种中毒症状，各种药物的比例混合，其中的一种药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不行。想解他下的毒，我们需要时间。难道你还指望他来解救那些学生？想都别想了，他只会变得更加猖狂。既然不知道他如何调配的解药，那我们就换个方法。中医。院长，不好了，很多学生出现了呕吐的症状。什么？你们可只有不到半小时时间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该如何给他们解毒啊！闭嘴！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麻烦周院长带个路。你要做什么？解毒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但得麻烦您带我去一趟中药房，我需要几种药材来配制解药。好，随我来。这么多名贵药材啊，这个都是钱啊！甚至连空气中都能闻到一股钱的味道。中医学院所有的储藏药材都在这，需要什么尽管用。我要开始了。喂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老头，一会儿你可别心疼啊！别废话，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弄解药。你要的东西我找来了。别火。好。风火，你干什么？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！我活这么久，这么炼药还是头一次见。我不要太旺啊！把那张桌子拆了。啊？什么？够了。接下来就是取我体内精血入药。这是干什么？你小子是在制毒吗？那老头说我今天有血光之灾，指的就是用精血救人吧？唉，真是什么都逃不过那老头的眼睛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样炼药的。药里面为什么要加你的血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总之，我的血可是很宝贵的。这是变好了，你们看，怎么这么臭啊？你确定煮的不是屎吗？有句话说得好啊，良药苦口。当然，我炼的药有点特殊而已。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这个药真的是解药吗？我还是先试试看吧。
真的太臭了！啊，这种楚楚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充满了全身，好舒服啊！我的身体快要燃烧起来了，这是青春的活力啊！果然是神药，轻轻舔了小口就治好了我多年的顽疾，真是太神奇了！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麻烦请让一下。你们干什么吃的？给我动作麻利点儿！感觉这个母老虎随时都要爆发了，还是小心点行事。好的。不对劲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送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了。解药来了，快给学生们服用！慢着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臭？这是周院长炼制的解药，快给学生服用。明白。哇！我感觉我全身充满了力量。这么快就见效了，不愧是周院长，这是什么灵丹妙药？我也尝尝。这感觉好特别，好温暖，就像是一股坚实而有力的臂膀，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，无法挣脱。第一次见李老虎露出这样的表情，真不想从这种感觉里出来。等等，你们在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工作！你小子可以啊！哼，小事而已。不过俯卧撑我没有做完，是我输了，是时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。俯卧撑？什么俯卧撑？你救了这么多学生，学校肯定会嘉奖你的。哼，一切都是浮云。你小子是不是练过？我的脸现在还生疼。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被你给推到地上，老子还真有点不服气。你小子占了出其不意的便宜，要是正面来，不一定会输给你。怎么样？找个机会练练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虽然学过一些武术，但都是用来强身健体的，不适合用来和人过招，更不适合和人比试。之前之所以能一拳把你推倒在地上，你也说了，占了先机的便宜，不能当真的。我的功夫不适合和人比试，真要动起手来，只有你死我活。我欠你个人情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。没问题。这小子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，身上更有无穷的潜力，真的无法想象他能成长成什么样的地步。哇！我的肌肉竟然也在增长，这药真的太神奇了！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什么情况？药效过了吗？我的腿又不听使唤了，仅仅一小口就有这些功效，如果多喝一些那还了得？不行，得让他们给我留点儿。爷爷！啊？可心？出大事了，爷爷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不要紧，出什么事了？同学们很多都出现了中毒反应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放心吧，他们不会有事的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啊，这么快吗？可是刚刚还……不愧是爷爷，小心点。爷爷，我猜又是那个方红搞的鬼，那家伙整天就知道添乱。我听说他还把教官给打了。不，相反，这次还应该感谢他才是啊。谢他？可惜你现在还没找男朋友吧？爷爷怎么突然关心起这种事来了？我现在可没空想这种事情。我觉得方红那小子不错，要不要你们认识认识？爷爷，你在说什么啊？真是的，没事，我走了。爷爷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关心这种事情了？那家伙到底哪里好了？看来我又有事情干了。陈伯，又怎么了？方红，如此被绑架了。绑架？你不在吗？你们这么多人，为什么还会被绑架？对方行为迅速，反应极快，且应对也极其歹毒，不计后果的自杀式劫持，我们损失了很多兄弟。什么人干的？听着，立马给我准备1个亿现金，给你2个小时。如果到时候我见不到钱，那就和你女儿说拜拜吧。还有，让那个叫方红的小子亲自送到我面前。方红，你废了我手臂，这次我就是专门来要你的命的。巨蜥越狱了，这么容易就让人跑了？想必暗中有组织帮他。从现场传来的影像，
可以看出他的手臂经过特殊改造。手臂特殊改造，就是被我废掉的那条。看来这次是有备而来。没错，他指定要你一个人去送钱。这次他就是以你现身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哼，原来是冲我来的，那就满足他。我马上到你们学校，有话路上说。我马上到。有些人就是喜欢找死，而且还不长记性，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战书词，你可算落到我手上了。你敢污染这个活样本，我毙了你！特洛伊，你这脾气还真是暴躁啊！我不动他就是了。杀手排行第10位，神枪特洛伊，你真的是百发百中吗？没想到啊，枪神特洛伊竟然是个高度近视。怎么，你想来一发吗？别呀，还是留给那小子吧。哼，你胆子不小，你把我们位置暴露出去，只为了公报私仇。如果这次交货出了问题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有你在怕啥？放心，我还有后手。对了，一会儿那小子来了，你可别着急开枪啊，让我好好虐虐他，我试试我这钢铁手臂。方红，千万不要来啊！小姐就拜托你了。他们要1个亿来赎人，但是这么短的时间，詹董只筹集到600万。你先用这些钱拖住他们，给我们点时间。我知道你本事大，但是一定不要轻敌。难道你们真的想把钱给他？像他们这种睚眦必报的杀手，出来之后肯定是想法子杀掉我。展舒慈小姐可是他们一直想要得到的活体样本，他们肯定不会让展舒慈小姐出事。那你更得小心了。从他们发的坐标来看，非常偏僻，不容易埋伏。他们真是做足了准备。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。这小子真是一点都不慌乱，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。我知道你有实力，但还是小心为妙。穿上这个，以防万一。陈伯还真是细心呢。兔子来了，就1辆车，周围没有发现可疑动作。真是大胆，我佩服他的勇气。兄弟们，大开杀戒的时候到了。不要，不要啊！方红，你个傻子！我来了，开门吧。方红，小心点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的人不敢太冒进。按兵不动，等我消息。哼，进来，瞧瞧是谁来了。你还真是大胆啊，小鬼。人呢？人在这里，他暂时是安全的。但是，如果你乱来的话，他的脑袋随时会开花。这就是你们的诚意。我要的可是1个亿。我知道你要的是1个亿，但我连人都没见到，总不可能一下全给你。而且你也不是没脑子，1个亿现金没点时间出不来。这里是600万，算是首付。等我见到我想见的人，剩下的用不了多久就会给你。什么鬼呢？还没完呢！去死吧！呀！今天就要你的命！巨蟹重拳！哈哈，不堪一击。这小子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醒过来了，给我把他绑起来，我要慢慢折磨他。难道这小子还活着？被这么巨大的力量打中，非死即残呢？什么？他竟然在玩手机？玩手机？陈伯，我进来了，没事，我非常安全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对了，记得给我准备点吃的，最好辣一点的。没错，估计很快就结束了。这小子是铁打的吗？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？火力全开！成功惹怒我了，我让你尝尝火力全开的威力。你这金属手臂不错，说起来你应该感谢我。感谢你个屁！我这就是专门为了对付你而安装的铁臂，我的力量可比之前强了不知多少倍。你今天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哇哦，看你脸色蜡黄，看样子是长期积怨太深，引起气血不足，肠道功能紊乱。你最近肯定经常便秘吧？原来撒了一肚子屎啊，怪不得说话那么臭呢。到临头还嘴硬，我要把你撕碎！啊！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门，给我去死！太慢了，可恶！动我什么？凭你也想击中我吗？这小子怎么这么灵活？
你玩够了没有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只需1枪就可解决问题。别着急，我还没发挥实力呢。我可不像你一样躲在暗处，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男人。小子，刚才只是热身而已，现在我们……我可没空跟你在这浪费时间。大哥，兄弟们，臭家伙！你们站错队了。秋风扫落叶。啊！饶命啊！想要闹事，最好看清楚你们的对手是谁。还有你。什么？这个感觉是不好。作为一名医生，得时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打开了你的排气系统而已，调理肠胃嘛。对了，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浑身无力，持续排气，估计会持续2-3个小时吧。那就不打扰你放屁了。人应该在这儿。找到了，小妞儿，好久不见啊！见到我是不是很开心？不要掩饰你见到我的激动之情，在你老公面前还见外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特洛伊，给我干掉他！到头来还得是指望我呀，交给我吧。再见了。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啊！难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真是的。坏了！大红，不要啊！抱歉，打烂了你的心脏。方红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了。虽然你之前好色又讨人厌，但是你总是在我身处困境的时候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第一个冲出来，是我对你太苛刻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方红，快站起来！你不是很强吗？快站起来啊！给我站起来啊！很可惜，没给你英雄救美的机会。被我击杀的人没有活的可能。虽然你已经死了，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一句，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。你们这群人渣，有种杀了我呀！你放心，你暂时死不了，但是你死定了。什么？失望了？啊！你怎么？方红没死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打输？没有开第2枪的机会了。我的枪！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的心脏已经被我打穿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是谁派你来的？小子，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，你很强，但是跟他作对，不单单是有力量就可以的。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那我方红就奉陪到底，让他放马过来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你别想在我这里知道任何消息，你杀了我吧。杀人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。陈伯，人我已经控制住了，你可以来打扫战场了。啊，对了，斩叔死你可真不让人省心啊！以后没我的命令可不能乱跑了。方红，你这个混蛋，吓死我了！喂，很疼啊！你碰到我伤口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可是你真的没事吗？所有人听令，随我潜伏进去，注意戒备。这是，方红竟将他们都解决了吗？怎么这么臭啊？谁来救救我？陈伯，这里怎么这么臭啊？舒慈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陈伯，有方红在，我没什么事。陈伯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放心吧，扫尾不正是我最擅长的吗？哎，方红，等等我！我需要回去疗伤，你就跟着陈伯吧。方红，今晚我能跟着你吗？我那里可乱得很，你确定受得了？我不介意。那你就不怕我对你做什么事情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你随意，我要开始疗伤了。还好我及时封住了血脉，没有流太多血。方红，画面可能有些血腥，建议你还是不要观看比较好。我去洗个澡，身上都臭了。啊，好的。哇，好疼！不行，不能胡思乱想。
要不是师傅给的那颗奇怪的珠子，加上我天生心脏在右边，恐怕我已经凉了。那老家伙救了我一命，有机会再报答他吧。我下山的时候带了一些炼制丹药，没想到我自制的保命丸会用到自己身上。啊！今天多亏了方红。哎呀，刚才那一下真的太冲动了，我的高冷女神形象全毁了。这感觉就像我失去了最心爱的东西，难道这就是爱吗？药效起作用了。这个感觉，我只知道这个药有副作用，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师傅你炼的是那种药吗？不行，冷静，毕竟现在的伤势不适合做那样的事。冷静，一定要冷静啊！不行，这觉睡着了就都过去了。不行，完全睡不着啊！已经睡着了吗？你今天是该好好休息了。本来还有些话想要问你。凑过来干什么？谢谢你，我的英雄。你偷亲我！你怎么没睡啊？不许看我！原本一个美好的夜晚被展叔子硬生生给毁了。为了防止我对他胡作非为，特地给我弄了一个特殊的造型。女人的脸真是说变就变，毫无理由。明明是你亲的我好吗？你帮我绑成这样，我倒是要担心你会对我做什么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吃亏。不过他似乎有什么话对我说，但是却一直坐在我旁边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回去了，只留下一张纸条。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写字竟如此难看，我不明白她到底什么意思。唉，真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。这种低级的捆绑怎么能捆得住我？不得不说，师傅的药效果还真不错，伤口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谁给我打电话？白冰？嘿，冰姐，一大早找我什么事啊？方红，我到你楼下了，快下来。这边。冰姐，你今天也美得不同凡响啊！废什么话，上车。冰姐，这一大早找我啥事儿啊？不会是想我了吧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原来是商场。冰姐，你想怨我就直说，干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我上次就说了，还会另外感谢你的。我不喜欢欠别人的，有别的要求，现在也可以跟我提，什么都行，只要我能做到。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吗？是的。不如我们去那边。给我正经点啊！你不说什么都可以吗？你不是本地人吗？跟着我，别走丢了。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也正担心这个问题呢。要不你牵我的手吧？闭嘴！不愧是大城市啊，真是琳琅满目啊。这可是本地最豪华的商圈，想要什么随便拿，算我的。哟，这不是白冰白部长吗？找事儿了？白部长在公司里可是生人勿近，从来不跟任何男人来往的。我还当你是女菩萨临凡，从不动凡心。哼，搞半天呢，原来是喜欢老牛吃嫩草，去泡比自己年纪小的小鲜肉啊！耿总，话可不要乱说啊，省得有人嫌我们造谣。我的事跟你们没关系，我们走，方红。哼，当然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喜欢小鲜肉嘛。现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，只是不知道同事们如果知道，他们平时高高捧着的冰山女神，背地里其实是这样一副轻佻的嘴脸，会怎么想呢？大妈，你这话说的不妥啊！我们怎么可能是被强迫的呢？我们是心甘情愿在一起啊！方红，你胡说什么啊？大妈，果然在这个女人身边的人一样让人讨厌。本小姐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说。他给了你多少钱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可以给你双倍。原来我这么抢手啊！你关注点到底在哪里？大妈，你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啊！我可是很挑的，像一些歪瓜裂枣可入不了我的眼。送你3个字：你不配。冰姐，我们走。喂，方红，怎么了？好像是这2个女人在争夺占有权，这也可以啊？慢着！小子，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？往哪儿走？麻烦，去。这是什么？等等！这股感觉
我控制不住啦！我去！好臭啊！有没有点素质啊？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拉屎！臭小子，你玩阴的！你给我等着！快走，丢死人了！你做的是不是太过了？被你看出来了，厉害厉害！对付这样的小人已经算轻的了，敢惹冰姐，活腻了。放心，冰姐，他们敢再找你麻烦，我打断他们狗腿。冰姐，不得不说，你生气的样子还真是别有番风味啊！还舔，还想挨揍是不是？哪有哪有，接下来安排啊，一切听您的指示。这还差不多。欢迎光临，请问二位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方红，这里的衣服我看挺适合你的，挑几件喜欢的吧。哦，先生，试一下吧，我看这一件特别适合你。那边有试衣间，我带你去试一下吧。这么热情的吗？你进来干什么？这里没外人了，就不要再演了。陈伯，我这高超的伪装竟被你发现了。我又不瞎，你是不是在跟踪我？你看我像那种变态吗？我找你有重要的事。啥重要的事啊？你看看这个。悬赏3000万美刀的暗杀，看来我这条命很值钱啊！这些人也太看得起我了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！这软件里面可聚集了全世界的杀手，3000万美刀可不是小数目。我估计很多顶尖杀手也会参与进来。指纹验证通过，成功领取暗杀任务，仅于3天之内完成暗杀任务，否则系统开启惩罚措施。给我取消啊！不小心给接了。确认取消，系统将扣除10万美元违约金。确认。还要扣钱啊？你这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啊！不如让我办个死尸，让你轻松领到3000万，然后我们平分怎么样？你觉得办成什么姿势好呢？那帮人不是傻子，没那么好糊弄。如果完不成，惩罚可比这10万块还要厉害。等等，又有人接受委托了。什么人？秦师？不会吧？世界杀手排行第2的秦师，方红，你有大麻烦了。排行第2，终于来了个厉害的角色了。这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啊！对了，陈伯，能查到雇主是谁吗？基本上不可能，在这种能让世界级别杀手接单的网站上下单，是不可能泄露雇主信息的。这是地下世界最基本的雇佣准则。我想起一个人。或许他知道，谁？为了这点小事亲自跑一趟，甚至用上了易容术。你的真正目的还是跟踪我吧？老实交代，白冰跟你什么关系？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只是有些事情不好说出口而已。我能做的就是保护好他。你是怕我跟他发生点什么是吧？你看我像那种猥琐缺爱的人吗？既然你不想说，我就不勉强你了。跟我在一起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白冰应该是你闺女吧？你怎么猜到的？凭我敏锐的洞察力，小神仙可不是白叫的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谢谢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，我方红绝不推辞。说实话，你能跟白冰在一起，我也很高兴。现在想要谋杀展小姐的幕后黑手还没有拿下，儿女情长什么的都要抛之脑后啊！陈伯，你的思想很危险啊！说的是。好了，我还有重要事处理，再见。方红，怎么这么久？衣服还喜欢吗？抱歉啊，冰姐，突然有要事要处理，能麻烦你送我一程吗？你一天天怎么这么多事？去哪儿？浦东分局。坐稳了。到了。怎么突然开这么猛啊？我不赶时间啊！我怕耽误你办事。别生气，我们以后约会的机会多的是。快滚！公爵，有点事要麻烦你。方老弟，啥事儿尽管说。我要亲自审一下巨蟹。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。我已经到了。那就直接来212室吧。212是吧？什么情况？找死！敢吃老娘的豆腐！小子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！
这么凶？慢着！这么大力气！美女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过你这脉象杂乱，肝肾阴虚，肝火旺盛，你最近是不是便秘、尿黄，还容易暴躁啊？你先尿个尿，我看一下，对症下药。什么？去你的！我的衣服！哇，真是波澜壮阔啊！破晓流星坠，你完了！力道可以，就是速度慢了点儿。竟然躲过了！再来！别玩了，我要认真了。一根指头就挡下了我的拳头。别打了，小小姐，小小姐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小小气。他就是流氓，快把他铐起来！明明是你撞的我，好不好？不要诬陷好人啊！小伙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位同事今天因为抓贼的事，工作上出了点小问题，心情不好，并不是有意针对你。刚才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算了，小事而已。我找宫曲有重要的事，请问212怎么走？小伙子，难道你就是宫局口中的神人方红？货真价实。什么？他就是宫局口中无所不能的方红？这边请，宫局等候多时了。龚老哥，方红，你终于来了。这是临时的审讯资格证，你现在是我们浦东分局的特别刑侦顾问，有效期3天。方老弟，最好抓紧。我收到消息，上头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接手这个案子。听说国际刑警那边已经来人了，如果上边当真插手把人带走的话，我这边就很难，你明白的。听说他一直不肯开口，别担心，用不了3天，我今天就能送你一场造化。我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老子现在有的是时间，反正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有种你们把我关到死！这可不是明智的做法。是他？怎么，怕我？怕你？笑话！我恨不能杀你！要不是你，我能是现在这副模样？当恶人就是好啊，不仅能很顺畅的就把自己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，还能如此心安理得、理所当然的把自己伪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试图居道德制高点鞭挞别人。真不明白，是谁给你们的勇气？话少说，姓方的混蛋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来找我是为什么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这时候来找我，应该是已经有第2批杀手找上你了吧？好，看你这么急着激怒我，应该很迫切的想从我嘴里知道点什么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次找你的那个很棘手吧？让我猜猜会是谁？仙女、情诗还是青龙？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有人找上我了，3000万美刀买我的命。怎样？这样的价格，你应该连接单的资格都没有吧？方红这是何意？3000万美刀的暗杀，一定是仙女！姓方的混蛋，这次你死定了！赶紧回去给自己准备后事吧。仙女？世界杀手排行榜上第2的那个家伙是叫仙女吗？2只蝎子，看来你们俩还有一腿啊！第2是情诗，你懂什么？你害怕他？不是害怕，是开心的，抑制不住的喜悦啊！看来你连给自己准备后事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如果来的是情诗的话，你现在在我眼里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谢谢你的忠告，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走。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的吗？你别做梦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，而且我也什么都不知道。别白费功夫了，那样你会死得更快。你错了，并不是我求你告诉我点什么，而是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求着我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而到那时，我未必会给你开口的机会。所以现在，你要不要试着说点什么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去。你做了什么？这股感觉，好痒！不要过来！给我闪开呀！我这是被万虫啃咬的滋味还不错吧？
欢迎来到我的行刑之地。幻觉，都是幻觉，这点雕虫小技，以为我会怕你吗？那就最好不过了，这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就请你慢慢享受地狱的滋味吧。试试这个如何？第4个。你又有什么招数？这是……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我最不怕的就是死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怕？现在说还太早了点儿，我们慢慢来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幻觉，你身体所感受的痛感，可是货真价实的。啊！没死。被刺穿的感觉还不错吧？接下来我还有无数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，在我的炼狱中体验绝望。不要，放我下来！别着急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这个魔鬼变态！我都说放我下来！对付你们这种人，我要比魔鬼还要可怕。说，我都说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早这样不就好了？我回来了，这个感觉是如此的真实，是催眠吗？不得不说，这小子当真可怕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？问出什么了？洪老哥，该你的人上场了。嘴巴我是撬开了，还能挖出来什么，就看你们的本事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又喊又叫的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放心，我可没伤害他。至于怎么做到的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走了。你小子，这里。哟，冰姐，你还没走啊？你是在这里等我吗？白小姐还真是贴心啊。少跟我拼，我怕你迷路。去哪儿？嘿，麻烦送我去宏图大厦。上车。多谢冰姐了。你特地在这里等我，我是应该先请你吃个饭的。不用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变得这么高冷？难道我哪里惹到他了吗？是。去死吧！趴下！怎么？待会儿再说，先远离巷口，先刹车。你没事吧，冰姐？我没事。你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听不到我的呼唤，千万别出来。方红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看我不把他的腿敲断，我不姓方。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帮搞偷袭的家伙，有什么时候不能光明正大的打一架？哇，这么多人吗？这么看得起我？开枪！不敢近身吗？玄真，是。糟了，弹开了。小心点儿，这小子擅长用针。针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他的针快，还是我的子弹快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，身上带的银针已经用光了。我就不信我们4支枪还搞不死他。你们2个去那边，我们包抄他。没人？那小子跑了？这树不对劲，在上面，开枪！错觉吗？好可不是我的风格。什么？让你偷袭我，没门儿！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专业的。坏了！喂，在这里！啊，怎么了？嗨，你怎么在我身后？跪下！好大的力气！我的腿！哇，好痛啊！告诉我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没想到你的身手比我想象中要强一点，就是不知道你的命值不值3000万。女人，你就是秦师？怎么，看你这样，好像有些瞧不起女人。你平常都喜欢这么打量别人吗？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话说你的小弟实在是太弱了。杂鱼而已。不过，姐姐一定会让你走得很快活的。看来你很自信。等着瞧吧，死到临头了。刚才的声音是骨头脱臼的声音，好快！受死！
过比起我还是差了一点。看掌，躲过了，好灵活的身手，好慢啊！你踹哪儿呢？好险，差点就断子绝孙了。这是不好，捕获成功。这感觉被一只巨蟒缠住了一样。这是柔术，看来你也是华夏人。哼，你小子懂得还挺多。不过那些杂鱼实在是太高估你了，这3000万简直就是白送啊！不过能死在我的手下也是你的福分，姐姐说过会让你走得很快活的。作为杀手，你的废话太多了。哦，勇气可嘉呀，看来不怕死啊！你和其他的杂鱼不同，方红，你的名字我记住了。接下来你将会听到骨头碎裂的美妙声音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你的死亡协奏曲。作为杀手，你犯了一个大忌，那就是过早展现自己的实力。你可听过一句话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做的不过是班门弄斧。这个声音是骨头脱臼声。让！怎么可能？不好！做什么？你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好小子，你竟然也会高深柔术。柔术，我的是柔术不假，但你刚才使的，就别辱没先人自称柔术了，不过是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舶来之物。倒是小看你了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小心了。鉴于你刚才的表现，我之前说过让你走得快活的话，收回了。柔术实战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只能近身，如果你无法近身，就造不成伤害。你还有什么本事？不要吝啬，统统使出来！好大的口气！吃我这招！这是什么？我的毒物有极强的麻痹效果，只要你的皮肤暴露在外，用不了5秒钟，你就会被完全麻痹。到时候，你将任我宰割。中招了，感觉还不错吧？虽然你的身体动不了，但是你还可以听到、感觉到，这样你就可以慢慢体验被杀死的感觉了。我是慢慢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呢，还是一刀刺穿你跳动的心脏呢？我决定了，我更喜欢刺穿心脏的感觉。去死吧！什么？抱歉，让你失望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恢复的？别人不可以，不代表我不可以。接下来换我了，去吧！这是什么掌法？还没完呢！不好！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可不是傻子，把自己的底牌告诉对手，自己猜去吧。你，方红，我记住你了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还有人？好了，没想到杀手排行榜第2的杀手也会用这么幼稚的手法。冰姐，你可以出来了，已经搞定了。冰姐，糟了，冰姐，方红，救我！我来了，你撑住。怎么了？有好多虫子，快救我出去！不就是几只虫子而已嘛，你这样会暴露自己的。万一敌人对你下手怎么办？可是你已经解决了，不是吗？我都看到了，你真的是超厉害啊！那是，几个小喽啰可伤不到我方红。那些是什么人啊？是专门派来暗杀我的。暗杀？跟我走。去哪？找斩宏图。这个混蛋，竟然对老娘下手这么狠！这小子练成了。什么人？出来！不要紧张。张福之竟将道门的传承至宝易筋经传给了他。易筋经？易筋经分9境：1境易气，2境易血，3境易筋，4境易脉，5境易骨，6境易髓，7境易筋，8境易发，9境易形。
道门古训有言：酒尽贯通，可得一神长生。易筋经的引体之术，勾动内蕴，能牵引孕育出除人体骨纯血刚性力量之外第3种力量——内息。你的毒物对他没有效果，我想跟他修炼这个有关系。这么说，你很了解他？岂止是了解？怎么样，有兴趣继续跟我聊一聊吗？冰姐，你先在这等等我。肖恩普斯家族的人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但雇主具体是谁，巨蟹也不知道。黑色世界的雇佣关系远比咱们华夏的合同雇佣要严谨神秘得多。一般情况下，杀手不可能知道关于雇主的任何信息的，这一点陈伯应该很清楚。巨蟹说，如果他不是跟玄火网站的负责人之一有些交情的话，连这个他都不知道。巨蟹有没有可能说谎？这一点陈伯就放心，我保证，他对我吐出来的东西100%真实。我知道陈伯你的顾虑，来的时候我查过资料，肖恩普斯家族在业内的形象一贯正派，而且他们资本雄厚，声势浩大。你觉得他们完全没必要打舒茨的主意，对吗？陈伯，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，舒茨对那些医药财团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利益是罪恶滋生的土壤。医学界，癌症困扰人类多年，舒茨的存在等同于是这一现状的福音。即便是普通人都会眼红，更别提那些一贯利益至上的大财团。不过，我虽然断定巨蟹没有说谎，但他未必就没有被别人利用。而且这个一贯声誉不错的肖恩普斯家族，可能是真的不错。毕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都会发生一颗老鼠屎坏一锅粥的事情。那方红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哼，该是时候除草了。那个借了3000万暗杀悬赏的杀手怎么办？你是说秦师？不容小觑，但也没必要太过放在心上。什么？秦师可是杀手排行榜第2的高手，方红身上连点伤痕都没有，难道说秦师被方红干掉了？秦师被你干掉了？一不小心让他溜掉了。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面对排行第2的杀手，还能游刃有余，并且毫发未伤，方红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呀？别忘了我们的事情还没完呢。如果你没有其他什么事情，我可以邀请你去我家吗？冰姐，你这是在玩火啊！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就不怕我做点什么吗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，我对你很放心。等等，他这是在暗示什么吗？也就是说，嘿嘿，出租车！突然不知道说点什么了。找点话题呀，这样下去好尴尬啊！冰姐，小心！那个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我心跳这么快？难道说……妈妈？喂，妈妈，我是白冰。冰冰，家里出事了。什么？抱歉了，方红，家里面有点急事，我要先回去处理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改天再约你。时隔多年，又来到了这个让我讨厌的地方，这里的气味还是那么令人作呕。15年前，走投无路的母亲带着我来到了护都最落魄的棚户区，破落低矮的平房，已经缺了一角漏着风的平板木门，楼道里灯光昏暗，散发着一股子发霉的腐朽味道。虽然环境脏乱差，但是我却在母亲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。冰冰，从现在起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，我们再也不用搬来搬去了。家？从我记事以来，我们就不断的换地方。我不明白家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看到妈妈脸上的笑容，或许这里真是个很好的地方。直到那个男人，不对，应该是那个禽兽出现。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把钱给我拿出来！这可是留给冰冰上学的钱，我不能给你。废什么话？
你就不怕我把你做过的事情说给别人听？我不嫌弃你就不错了。还有你的这个野孩子，我看着就恶心。不要打我妈妈！我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离开那个禽兽。母亲的退让，让那个禽兽越来越猖狂，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我。恨，我好恨！14岁生日这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可以改变我母亲命运的决定。人渣！我要杀了你！只要杀了你，我和母亲就能解脱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！不要！妈妈，为什么拦我？对不起，冰冰，我知道你恨透了他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人渣毁了自己的未来。可是妈妈，这是给你攒的钱，拿着离开这里，永远不要回来。妈妈，你还小，你还有广阔的未来，不要像妈妈一样成为一个废物。对不起，冰冰，妈妈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可是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快走，不然妈妈就死在你面前。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离开，甚至以死相逼。直到后来，我才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。走去哪儿啊？你们在商量什么呢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给我把钱拿过来！哎，竟敢咬我，烦了你了！妈妈，快走！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！不要过来，不然我死在你面前！哼，竟敢威胁我！快走！妈妈！自从我逃出之后，我体验到了全新的生活，没有嘲笑，没有打骂。虽然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比的满足。到后来，我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她怕别人会因为她的职业嘲笑我，孤立我。只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。今天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带出去。人呐，滚出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丈夫欠我们的钱，你看怎么办吧？今天如果我见不到钱，你们也甭想好过。你们找错人了，我没有丈夫。把他带进来。是你这个混球！老婆，救我呀！我们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为什么要替他还钱？枉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要见死不救吗？我可不是来看你们演苦情戏的啊！10分钟见不到钱，我不敢保证你还是完整的。他肯定有钱，我没骗你。他女儿可是宏图集团的高管，怎么能没钱呢？你们搜一下就知道了。哦，这真是让人意外呀！给我搜！住手！冰冰，妈妈，跟我走，离开这里。你们听好了，这个人渣我们不认识，要钱跟他要去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如果你们执意要找事，我有足够的资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，一来就恐吓我，我好怕呀。不过我佩服的是一个赌鬼，一个小姐能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个励志故事啊！这样的故事值得我去分享。50万，你走我不拦你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听到。1分钱我都不会出，随便你怎么说，我不怕别人怎么评论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们走。冰冰，是吗？敬酒不吃罚酒，我没拿到钱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不过这小妞长得还真是不错啊，把她给我绑起来。你们敢过来试试？不得不说，这小妞长得是真不错呀。哟，生起气来的样子更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滚开！哟，
强反抗吗？来，往这儿打！有什么气朝哥哥撒，哥哥我可是很大度的。就如你所愿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力量？难道跟方红给我的针灸有关？别和他玩了，一起上！别过来！乖乖躺下吧！放开我！小妞身材真不错呀！你们这群人渣，给我放开他！我跟你拼了！给我死一边去！你这个老女人！趁他们注意力都在这对舞女身上，现在不溜更待何时？看来这里是待不下去了，得想办法去别的地方了。想跑？什么情况？这蠢猪想偷跑！哎，刚才门口好像有个人，你们在看哪儿呢？什么人？出来！放开他！方红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？小伙子是来救你的小女朋友吗？想演一出英雄救美啊！我佩服你的勇气。既然来了，那么想出去可没那么容易了。哼，是吗？试试。什么？还有你！我可不是来跟你们聊天的。年轻人好大的口气，不过你的身手倒是挺敏捷的。不要真以为会点三脚猫功夫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今天就让小爷我教教你如何做人。太慢了。啊？什么？刀是好刀，我收下了。还有什么尽管扔来。竟敢小瞧我，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原本不想展现我的真正实力的，不过我体内的嗜血恶魔被你唤醒了。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里。大哥终于要发威了！你们都给我瞧好了，什么才叫做残忍？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5条人命死在我的手下。一旦释放我的全部实力，我真是连自己都无法控制。喂，我要报警！我这里有一个杀人犯啊，对，目前他已经被我包围了，跑不了。臭小子，我要撕碎你！我最擅长的可不是飞刀，而是近身格斗，江湖人称死亡猎豹。接受我的制裁吧！什么？赏金20万？那这个小猎豹我就留下了。我可是力量与速度并存的死亡猎豹，我的力量连巨石都能劈开，招惹我的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们几个看清楚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残忍？残忍？就凭你！大哥！该死！大哥！我没事。小子，你有种，敢打我，我会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你有种给我等着！巧了，今晚我有的是时间。你说干什么呢？停在马路上！吵死了！你等会儿。哎，走不走了？抱歉啊，挡着您的路了，我表示十分惭愧。哼，别以为你是个猛男，我就怕你啊！快跟我走！一码归一码，错我认了，但是车让我很烦恼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哼，继续说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虎哥马上就到。既然你这么有种，可别跪地求饶啊！我想起了一句话，很适合你：初生牛犊不怕虎啊。有些人不是你能惹的。找了帮手啊！这小子想干什么啊？王虎，你可快点啊！正好现在有点饿了，顺便让他带点吃的吧。哼，但愿你还有命吃。方红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我当然是来解救你啊！我怎么能让你身陷危险的境地呢？你是不是在跟踪我？啊，怎么可能啊！我是那种猥琐的人吗？打扰了，我进来了。哎，虎哥，您终于来了！就是这小子阻拦我，还打伤了我们的兄弟。
个头不小啊！小心啊，方红！虎哥，这小子甚是嚣张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今天就让他知道招惹我们的下场。虎哥，废物！大哥，吓到了你的小女朋友，我感到很抱歉。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，欠了我的钱还不还，还伤了我的人，这让我很恼火呀！彼此彼此。哼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受死！好痛！方红，我曾经一拳打倒过一头牛，小子，恐怕你以后得在床上度过余生了。抱歉，我不喜欢睡懒觉，而且有很多事情恐怕不能如你愿了。什么？喂，你的拳头有点软啊！这家伙的力量的确不小，不过我今天实在是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如果再来那么一拳，我恐怕也撑不住啊！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有点东西啊，竟然还能站起来啊！有意思，有意思呀！小子，能挨了我一拳还能站起来的人屈指可数，你算一个。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有能力的人才，我很欣赏你。你要是能加入我们猛虎帮，他们欠的钱我给你免了，而且还能让你赚更多的钱。虎哥竟然亲自拉拢这小子，而且连钱都不要了。这么优厚的条件，傻子才会拒绝啊！我拒绝，连想都不想。这不会是个傻子吧？我看不下去了，猛虎，弄死他！是吗？虎哥，这就是被拒绝的感觉吗？虎哥竟然哭了。不至于吧？真是让人不爽啊！其一，你欠了我的钱还不还；其二，打了我的人；其三，伤了我的心。怎么说也是你的不对。我卸你2条腿，应该不过分吧？拒绝，这可由不得你了！再吃我一拳！开了，速度有点慢了，小子。第2拳，真疼啊！不过还差得远呢。又站起来了，真是让人意外啊！不能为我所用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区区2拳而已，就算你再打100拳，我也照样站在这里。如果你能撑住我100拳还能不倒，那我认输。之前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。说话可要算话。当然。没机会了，认输吧。一根指头就挡住了虎哥的铁拳，什么情况啊？小子，你对我胳膊做了什么？你最擅长的是拳头，而我最擅长的是中医。中医？我对你的身体可比你自己还要了解。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？怎么回事？接下来你就只剩求饶的份了。我的铁拳，你怎么？我竟然……等等，我竟然感觉不到我的铁拳的存在。他曾经和我一起在这个城市战斗，我的铁拳沾满了敌人的鲜血，他就像我的守护神一样，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。我从没想过与他分离。你对我的拳头做了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在你拳头打中我的时候，我也顺便封住了你的穴位，这样你的拳头就会暂时失去了力量。奇怪的家伙，喂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不会懂的，没有了他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是我最后的尊严。你杀了我吧，失去了力量的铁拳还有什么意义？是我败了。抱歉，我拒绝。不得不说，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
我倒是很期待你的真实实力。虽然我已经败了，但是我好奇你到底有多强。等我恢复了，我们再酣畅淋漓的打一场，如何？随时奉陪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我是王虎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方红是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扶我起来？是。欠钱？白冰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现在遇到什么别的麻烦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欠钱的不是我们，而是刚才被你踹的禽兽，自己没钱，还反而找到我们头上，真是卑鄙无耻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说出来我的过往。冰冰，不要说啊！妈妈，我终于理解你当时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起走的原因了。为了我，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伤口虽痛，但是它早晚也有痊愈的一天。接下来，就由我来保护你吧。冰冰，事情还要从我小时候说起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。方红，希望你不会嫌弃这样的我。方红，这个人渣，现在就宰了他！啊，方红不要激动啊！方红小老弟，我们一码归一码，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毕竟对付这样的人，我们是专业的。对于之前的事情，我感到十分的抱歉，是我的疏忽。虎哥竟然主动向他道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感到很感动啊！哦，虎哥是真爷们儿，能屈能伸啊！我们走，小老弟，希望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等一下，这个家伙麻烦留下，我有些事要跟他处理。这样的废物，老弟你看着处理就好。告辞。搞定了。方红，为什么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都会从天而降？真不知道我该如何谢你了。说什么呢？小事而已。真是谢谢你了。你叫方红是吗？如果不是你来帮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嬷嬷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对了，方红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看白冰怎么样？把她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什么？你们快去把人带过来。是。给我老实点。老公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方红老弟，你还真是勤快啊，干脆来我这里工作算了。抱歉，老公，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。不过有什么麻烦尽管说。方老弟一天送我2份大礼，我该怎么谢你啊？赏金的事情你别忘了就好。回去就给你走程序，放心吧。方老弟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展宏图不会这么抠门吧？当然不是，朋友遇到点麻烦，过来帮忙。陈伯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啊？哎，陈伯怎么了？白冰遇到点麻烦，我不方便过去，劳烦你去一下。他的地址是……放心吧，陈伯，我这就过去。冰姐，等我！要不是我不熟悉路，耽误了时间，早就搞定了。方老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有事您言语一声。我已经搞定了。妈，我们也出去吧。啊，人呢？妈，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妈，已经没事了，我们现在安全了，跟我回家吧。从今以后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对不起，冰冰，总是给你添麻烦。忘掉吧，以前的事情全部忘掉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方老弟，你朋友怎么还不出来？还在等什么？嘘，我们现在最好不要打扰他们。有什么事改天再找他们吧。我先走了。需要我送你吗？不用了。身体上的病我可以医治，但是心里的病我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师父说过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这个心药到底是什么？那老头子至今都没跟我说。看来我的路还很长啊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回家睡觉。小友，你醒了？我去，你谁啊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娘们儿床头坐，业障身下流。小友，别来无恙。金刚三尺风，大和尚方块龙。小友记性甚好啊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这可难不倒我呀。
我这里无酒无肉，更没有女人，恐怕不是前辈心仪的来处。小子，你不老实。哦，此话何意？无酒无肉，我能自己招呼。你说没有女人，你当我瞎呀？不过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女人就像一杯美酒，年份越久越有味道啊，气态丰腴绰约。这种女人的快意风流，又岂是你这种人事未经的庶官菜鸟能懂的？也就是少林方丈此时不在这里，如果要是在，怕迎头就是一掌大力金刚，大火拍死你这个不守戒规、辱没宗门的孽障！前辈，是您飘了，还是这杏花庵的师太魅力不高了？什么时候您对这俗世的女人这么感兴趣了？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个了，如同对牛弹琴，还是说正事吧。正事？臭道士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。师傅，前辈请讲。风也动，云也动，你心动也不动；刀也动，剑也动，你人动或不动，你可明白？风云动，刀剑出，看来事情远没有我之前想的那么简单啊。晚辈明白。明白就好。臭道士的嘱托，贫僧已经言传到位，接下来的事你还要好自为之。去爷，找娘们去喽！前辈，接着。这是三尺风。金刚三尺风，剑可开天门。你小子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这三尺风都送你防身了，算是我一点心意。我去，耍什么帅啊，把我地板都插坏了。那我就来试试三尺风的威力究竟怎么样。哇，竟然碎成这样，真是把好剑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再快点，要跟上来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惬意，真是惬意啊！风景美如画，我真是太喜欢大学的生活了。方红，谁啊？可算找到你了。小熊。方红，你这个大色魔！喂，是你主动送的啊？还有，谁让你站这么高？好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爷爷说今天中午让你去家里吃饭。吃饭？这老头又有什么事啊？不会还想着要我当徒弟吧？我不知道，总之我话已带到，爷爷说你必须去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你这个变态！我啥也没干好吧？喂，等等我！我新得的好茶，你们试试。哎，老周啊，听说你最近公开收徒，还被年轻人拒绝了。嘿嘿，老周啊，大家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这种趣事说出来，让大家图个乐呵嘛啊！老周，别不说话嘛，跟我们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对了，今天你要给我推荐的那个年轻人，不会就是把你拒绝的那个年轻人吧？啊？被人拒绝还帮人举荐，老周，这可不是你一贯要面子活受罪的作风啊！去，等人来了你们自己看。我们到了。哇，你家还真是气派啊！快走吧，爷爷可要等着急了。爷爷，方红来了。院长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老周啊，你要向我推荐的人就是他，这未免也太年轻了吧？这个年轻人能有传道授业的本事？非也，和森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活了一大把岁数，怎能还是以世俗眼光看待现在的年轻人？咱们华夏地大物博，奇人异事不在少数。对于这些人而言，年岁只是束缚你我这等混吃等死人的紧箍咒，与他们并不是桎梏。我看这年轻人生得眉清目秀，气正唇红，又能得老周青眼，肯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。你别着急，先请看看。李爷爷、江爷爷，你们好，好久不见，二位爷爷的气色看得越来越好了呀。哎呀，新丫头这小嘴是越来越甜了。何心啊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用不用李爷爷给你介绍几位中医界的俊杰翘楚？李爷爷，你又来了。不好了，老头子，
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快去看看啊！怎么了，老婆子？图图出事了！图图，什么体质啊？怎么到哪出事？荒唐屏障是什么？好可怕！毒窟，所有人都不要靠近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这个是哈氏蜈蚣，这可是蜈蚣中的毒王啊！现在怎么办？老头子，快想想办法！我在想着呢。这毒王全身是毒，不好应付呀。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快救救我孙子！虽然我们是医生，但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呀，不敢乱来。让我来吧。方红，你们安静点。哎，小子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乱来啊！去。毒王死了。银针，他被咬的时间不长，毒液没有渗透全身，只要及时将毒血逼出来就好。那是。含住这个，我要动手了。时机刚好，幸亏我带了蛇角。刚才方红干了什么？哎，老李，你刚刚看到了吗？他手里的东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我抢。他已经不要紧了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送到医院再观察观察吧。彤彤，真的没事了。你们一个个的自称什么专家，还不如一个小娃娃。嫂子，我们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呀。啊，对对，术业有专攻，我们医生也不是全能的。好了，有惊无险，我们先进屋吧。来来，都到饭点了，大家一起吃个饭吧。哇，这也太丰盛了，正好我肚子饿了。小伙子，你刚才拿出的黑色石头，可否借老夫一看？嗯，你说这个？正是。拿去。不要扔啊！这可是传说中的古多西。虽然我没有见过，也听说过一点这方面的消息，看样子真的有点像。爷爷，古多西是什么？古多西，大蛇之角也，当作蛊毒，为其解蛊毒如犀角也。蛇角究竟是什么？从古至今，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楚。近代以来，蛇角之名更鲜为人知。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。蛇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动物学、中医药学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十分重要的课题，也是一个棘手的千古之谜，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。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哎，年轻人，可否将这块蛇角借我研究几天？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一定满足啊！你明明说过不和我抢的。哼，这可没有先来后到啊！谁先说都行，没必要这样吧？这两个老家伙搞什么啊？不行！既然这样，那只能用那招了，绝对公平的做法。那好，就听你的。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。一个护都中医药大学的校长，一个 TG 大学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，TG 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，竟然被方红点击。交你了。老李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不要那么自信，年轻人，你这一手娴熟老道的点刺手法，老头我今天受教了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啊，请问你有没有兴趣来我护都中医药大学教书？教书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喂，老姜，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！这你懂什么？我向来喜欢年少有为的年轻人。再说，来我这里发展不更好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也豁出去了。年轻人，我有个特别优秀的孙女儿，要不要认识一下呀？老李，你弄不清楚状况，没看见人家可心对这小子有意思吗？啊，一把年纪了掺和年轻人的感情，你不害臊？你们在胡说什么啊？人家没有啊！唉，我只想吃个饭而已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！年轻人，让你来我们医科大当老师，你有信心吗？啊，这可说不准啊！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方红，不得无礼。
刚才没来得及介绍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二位。这位是江和森校长，护都中医药大学校长，比我这个 FD 医药学院院长的行政级别还高半级。这位是 TG 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，TG 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李维堂，以针灸推拿见长，一手驱寒健体的雷火针法，在华夏中医界享誉盛名。这二位一般人想见也不容易见到，更别说能得到江校长亲自提拔。方红，能跟着江校长，那你的前途可是无量的。见到二位前辈第一眼我就知道，二位绝不是一般人。不过我这人不太喜欢受束缚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谢谢江校长的赏识。方红竟然还拒绝了江校长，真是年少轻狂啊！如果你还单身，不妨来我们学校看一看，毕竟我们院校可是出了名的最美院校。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？什么时候去上班？这个流氓一听有美女就改主意了。听说咱们今天来了新老师，这个学期都第3个了吧？可别像之前那样专业不过关，诊断水平比我们还差了。切，怕什么？真要还是水平不行，咱们接着轰走就是了。学校真的不负责，就不能找个今年期、高大帅气又德艺双馨的诊断学老师来给我授课吗？周杰，你这是找老师还是找老公呢？大白天的做什么梦？嘿，要我说，就得来个肤白貌美大长腿，冷艳御姐型老师。嘿嘿。哎呀，我说方老弟啊，有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。江校长尽管说。实不相瞒，我让你带的这个班可不好带啊，真是让我头疼了很久了。光老师已经被他们赶走了好几个了，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你这是拿我开刀啊？哎呀，毕竟年轻人更懂年轻人呐，而且你也有真本事。别的不敢说，但是对付刺头这种事情，我还是有些办法的。毕竟我这个混世魔王可不是白当的。混世魔王？这小子不会捅出什么大事儿吧？这是真逗！果然是最美院校啊，真美呀！哎，同学，麻烦问一下，怎么了，同学？有什么事吗？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没错，是我最爱的草莓味，这里才是我的天堂啊！同学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觉得他事大了，竟敢对着我的女人发呆，你算哪根葱啊？眼睛不想要，我可以帮你。小子，看你面生，新来的吧？难怪这么不懂规矩。赵哥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我看这小子也不抗揍。谁是你女朋友啊？你别胡说八道！拒绝我，你是不是不想在这混了？你不可理喻，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敢拒绝我？慢着，你想动手吗？小子，你想英雄救美是吗？老子教训自己的女人，还轮不到你来多管闲事。这小子是新来的吧？赵哥，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让我们来教训教训他？亲自来！怎么纹丝未动？你的拳头未免也太软了吧！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拳头。没打中。没有绝对的实力，就不要在我面前丢人现眼。姑娘，麻烦问一下，阶梯教室怎么走？啊，请跟我来。赵哥，怎么这么骚气了？赵哥，小子，记住你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同学，这里就是阶梯教室了。要我自己找，估计1天都找不到啊！谢谢你了，姑娘。是我该谢谢你才对啊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过，你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啊，那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仗着自己留学生的身份横行霸道，没人敢惹。那是没遇到我啊！从现在起，我要让他知道豪横就得有豪横的资本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该去上课了。好了，就不打扰你了。这就是我要接手的班级了，人不少啊。方红，哎，这里还有人认识我？是我啊，冉书慈的室友。李婉儿？这里没人，方红，你就坐这里吧。抱歉，我已经有位置了。这里还有我们的同学吗？我的位置在上面。
那不是老师的位置吗？因为我就是你们的老师啊。你说什么？都安静一下。那小子跑讲台上干什么？